连续熬夜改剧本到了极限，李晓东感觉胸口猛地炸开一阵绞痛。我操，怎么回事？心口好疼。李晓东声音嘶哑，大颗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。他想伸手去够手机，可身体根本不听使唤，整个人像截烂木头一样直挺挺的向后倒去。是心梗，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李晓东就知道自己完了。意识坠入黑暗前，他脑子里全是老家母亲那张布满皱纹的脸。妈，儿子不孝啊！他在心里干嚎，眼泪顺着眼角砸在地上。我还没让您享过一天福，还没给您盖上新房，还没娶媳妇让您抱孙子，您还在老家受穷，我怎么就能走了？他在那片黑暗里拼命挣扎。老天爷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拼命挣大钱，护您一世周全，再也不让您受半点委屈。耳边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敲子叫，鼻间萦绕着一股陈年土炕混合着晒干烟叶的味道。李晓东猛地坐起身，大口喘着气，胸口不疼了。他愣住了，眼前不是乱糟糟的电脑桌，也没有各种乱缠的数据线，映入眼帘的是漆黑发亮的土炕，墙上糊着发黄的旧报纸，角落里立着个漆皮掉了一半的红木柜子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骨节粗大，掌心磨出了厚厚的老茧。这是哪儿？李晓东嘟囔了一句，伸手狠狠掐了自己大腿一把，钻心的疼。他看着窗外明晃晃的日头，又看了看这熟悉的土坯房，这是他老家的土炕，这是1985年的福安屯。他抹了一把眼角，眼泪控制不住的往下掉。我真的重生了，老天爷真的开眼了。作为一个重生者，他太清楚1985年意味着什么。在这个遍地是机会的黄金年代，只要胆子大，肯弯腰，处处都是金子。这一次谁也别想让他再窝囊的死在格子间里。正当他盘算着怎么赚第一桶金的时候，院子里突然传来哐当一声，那是老旧木门被生生踹开的动静，刺耳得很。紧接着一个粗哑的嗓门在屋外炸开：宽限！我宽限你们娘俩多少次了？李晓东那个窝囊废呢？快滚出来！李晓东眼神一沉，这个声音化成灰他也记得，正是前世逼得他妈差点上吊的村霸张老黑。此时张老黑大摇大摆地闯进堂屋，双手叉腰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，浑浊的眼珠子在屋里乱横。宽限！我宽限你们娘俩多少次了？都宽到猴年马月了！张老黑横着脸，嗓门拔得老高。李晓东那个窝囊废呢？快滚出来！你那死爹欠我的50块钱都拖1年了，今天必须还！还钱！还钱！给我吃糖！我要吃糖！他那傻儿子手里攥着根沾了灰的棒棒糖，流着哈喇子在一旁蹦跶。孙桂香听到动静，立刻从厨房往外跑，两只手在围裙上使劲搓着，吓得脸都白了。他弓着腰，声音里带着哀求：张大哥，您再宽限几天，我一定想办法凑钱，求您了，张大哥，我儿子还小，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啊。孙桂香说着，腿一软就想往地上跪。李晓东看着这一幕，前世那种钻心的憋屈感猛地顶到了嗓子眼。他3步并作2步从里屋冲出来，一把拖住母亲的胳膊，将她拉到身后。妈，不许跪，有我在，谁也不用你求。李晓东咬着牙，盯着眼前的恶霸。哟，这窝囊废还醒了？张老黑冷笑一声，斜眼看着李晓东。怎么着，睡了一觉胆子肥了，还想跟我叫板？李晓东没理他的嘲讽，冷声说：张老黑，说话放干净点。我爹欠你钱，这笔账我认，但你要是敢动我妈一下试试。孙桂香在后头死死拉着李晓东的衣角，声音发颤：小东，别冲动，咱们没钱，惹不起他。李晓东轻轻拍了拍母亲的手背，看着那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，心里又是疼又是恨。以前是儿子窝囊，让您受了太多委屈，以后有我在，没人能再欺负您分毫。张老黑见李晓东居然敢正眼瞪他，气急反笑，眼神恶毒的在孙桂香身上扫来扫去。没人欺负他，既然还不上钱，就得拿东西抵。我看你家这破屋也没什么值钱的，实在不行，把你妈卖了也行啊。嘿嘿，说不定还能换俩钱抵债，正好给我家傻儿子换点糖吃。傻儿子乐得拍手直跳，卖妈换糖，我要吃糖，更多的糖。这畜生话一出口，李晓东脑子里那根弦啪的断了。他随手抓起旁边那把沉甸甸的砍柴斧，斧刃指着张老黑的鼻尖。李晓东眼神死死盯着张老黑，浑身透着股豁出去的狠劲。你敢再说一遍？今天你要是再敢侮辱我妈一个字，打人都是轻的，我就敢拆了你这老骨头。他看着李晓东发红的眼睛，心里直突突。你想干嘛？光天化日之下你还敢打人不成？50块钱对吧？李晓东扬了扬斧子，声音传遍了院子。1个月之内，我连本带利还你300块钱，1分也不会少你的。但这1个月内，你要是再敢踏我家门槛半步，再敢对我妈说一句不中听的话，
我李晓东说到做到，不仅要把你这歪嘴剁下来给我妈赔罪，还要把你欠别人的那些烂账全给你抖搂出去。张老黑脸色变了又变，吓得后退2步，撞到了身后的傻儿子。你给我等着！你要敢赖账，我跟你没完！傻儿子坐在地上，手里的半块糖也掉了，哇哇大哭。爹，我的糖掉了，我要吃糖，我还没吃够糖呢。哭什么哭？没用的东西！咱们走！张老黑弯腰拉着傻儿子的胳膊，狼狈地往门外走去。见张老黑的身影消失在门口，李晓东转身一把抱住母亲，他闻着母亲身上那股熟悉的皂烟味，喉咙哽咽。妈，对不起，以前是儿子没用，让您受了这么多苦。以后有我在，我一定好好护着您，再也不让任何人欺负咱们娘俩。咱们家的苦日子，从今天起就到头了。孙桂香靠在李晓东的肩膀上，眼泪断了线似的往下掉。小东，妈信你。他虽然硬着，可手却紧紧攥着李晓东的袖口。300块钱啊，在这1985年的福安屯，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巨款。小东到底要去哪弄这笔钱？刚打发走张老黑没半天，李晓东就开始琢磨挣钱路子。1985年，这满地金子的黄金年代，只要路子找对了，赚钱真不算难事。可还没等他想出个道道，院子门口又炸开了。这次张老黑不但折回来了，屁股后头还跟着2个看热闹的村民。他双手叉腰，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，扯着脖子喊：李晓东，你小子别在里头装死，1个月还300块，我看你就是想耍赖拖时间。今天不把钱拿出来，我直接拆了你家这破土房。他那傻儿子攥着根新的棒棒糖，在一旁蹦得欢。拆房还钱，给我买1筐糖吃。孙桂香吓得从屋里跑出来，死死拉着李晓东的胳膊，声音直打颤。这可咋整啊？咱手里1分钱都没有，这可咋应对呀？院子外头，村民甲正跟村民乙嚼舌根。李晓东以前就是个实打实的窝囊废，谁都能踩一脚。村民甲掐了烟，一脸不屑。今天估计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装硬气呢。待会儿指定还得被张老黑拿捏死。就是300块钱啊，他家连吃饭都费劲，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村民乙连连点头。李晓东没搭理外头的动静，拍了拍母亲的手背。妈，别怕，有我在，他翻不了天。话落，他转身就往厨房钻。再出来时，李晓东手里拎着那把砍柴斧，斧尖直指张老黑的嗓子眼。张老黑，你没完没了是吧？真当我李家好欺负？张老黑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，撞在了石头上，嘴硬道：你敢动真格的，杀人可是要偿命的。那傻儿子不知道死活，撅着嘴上前就要去推李晓东的胳膊。不许凶我爹，放下斧子，给我买糖吃。滚！李晓东眼神一狠，抬脚就踹踢开了傻儿子。只听咣当一声，傻儿子重重摔在泥地里，连手里的棒棒糖都滚进了泥堆。他愣了2秒，随即扯开嗓子嚎啕大哭：爹，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，我的糖！张老黑眼珠子都红了，作势要扑上来。你敢打我儿子？李晓东往前跨出1大步，斧头离张老黑的胸口不到1寸。你来啊！要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拆房，要么就给我滚蛋！2选1，你选一个。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，刚才还嘲讽的村民全都看傻了眼。只是李晓东没收手，他猛地低下头，狠狠咬破了自己的食指，抬手一甩，鲜血滴在院子的泥土地上。我以血立誓，张老黑的50块钱我不光还，还要连本带利还他300块。李晓东的声音字字凿地。1个月内少1分钱，我就把这命赔给你。但从现在起，谁敢再踏进我家门槛半步，谁敢欺负我妈，我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得让他躺着出福安屯。全场村民瞬间炸开了锅，看李晓东的眼神从不屑变成了敬畏。张老黑被这股不要命的狠劲镇住了，僵在那半天，最后只能拉起地上的傻儿子，狼狈的往外溜。好，就信你这一次，1个月后少1分钱，我跟你没完。张老黑一走，孙桂香冲上来一把抱住儿子的胳膊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小东，你何必立这么重的誓啊？300块钱，咱们咋凑得出来呀？妈，您信我，好日子马上就来了。李晓东看着母亲，眼神坚定的出奇，但这钱到底要从哪儿来？李晓东心里其实比谁都急。张老黑父子狼狈逃走后，院子里的叫嚣声总算落了地，可孙桂香心里的石头显然还没落地。她死死拽着李晓东的胳膊，手心全是冷汗，急促的催他进屋，生怕这人多嘴杂走漏了什么风声。进到堂屋，孙桂香坐在炕沿上，双手反复搓着那件打补丁的衣角。小东，300块钱啊，这年头够普通人家大半年的生活费了。你到底有啥主意？孙桂香叹了口气，眼里全是惶恐。以前你老实巴交的，别人欺负到头上，
都不敢吭声。现在突然立这么重的血誓，妈是怕你出事啊！李晓东看着母亲那双粗糙如老树皮的手，心里一阵发酸。他反手握住母亲，蹲在炕边，眼神稳得像块压舱石。妈，以前是儿子窝囊，让您受了委屈。现在我长大了，知道怎么撑起这个家，您就再信我这一次，我心里有数，肯定能在1个月内凑够钱。对了，妈，我今晚要出去找铁蛋一趟，跟他商量点赚钱的正事儿，得晚点回来。孙桂香看着儿子那双透着狠劲又带着坚定的眼，没再多说，只是摸了摸他的头。他转身走向墙角的旧柜子，翻腾了半天，摸出一个用碎花布缝的小布包。这是妈省吃俭用攒下的5块钱，你拿着。孙桂香把几张皱巴巴的票子死死塞进李晓东手里。晚上黑灯瞎火的，去镇上买点电池，再买点干粮，千万注意安全。李晓东攥紧那带着体温的5块钱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妈，您等着，我一定不让您受半分委屈，以后您想买啥就买啥。深夜的福安屯黑得像被打翻了墨水瓶。李晓东打着手电筒，嘴里斜叼着半块大饼，脚步匆匆地往村尾赶。路过村头老槐树时，一阵汗烟味钻进鼻孔，两个黑影正蹲在树根底下嚼舌根。哟，这不是咱屯子的大英雄李晓东吗？村民甲吐掉一口浓痰，嗤笑道：大半夜往外跑，该不会是怕了张老黑，想连夜跑路吧？还能去哪儿？估计是找铁蛋那个穷鬼凑钱呢。村民乙在一旁帮腔，笑得满脸横肉乱颤。就他俩那穷酸样，一个窝囊废，一个二愣子，凑一块儿还想赚300块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李晓东没停步，只是回头冷冷地扫了两人一眼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1个月后，咱看谁能笑到最后。到时候我赚了钱，你们可别厚着脸皮凑上来巴结。村民甲愣了一下，啐了一口，嘴硬。铁蛋家住的是几间快塌的破屋，平日里铁蛋就睡在透风的柴房里。李晓东轻轻敲了敲那扇旧木门，铁蛋揉着眼打开门，一脸懵圈：谁呀？小东，大半夜的你咋来了？李晓东闪身进屋，反手把门关严实了。铁蛋，我要赚大钱，1个月内凑够300块还债，带我妈过好日子。李晓东盯着铁蛋的眼睛，开门见山：我想拉你一起干。啥？300块？小东，你没发烧吧？咱俩除了一身力气啥也没有，既没本钱又没门路，咋赚这么多钱？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。李晓东没急着争辩，他看着不信邪的铁蛋，正打算抛出自己的计划。然而就在他准备开口的瞬间，耳朵突然动了动，只听见柴房外那厚厚的落叶层上传来一声极轻的沙沙声。李晓东眼神一寒，右手猛地抓向了靠在墙边的那把镰刀。李晓东死死攥着镰刀，猛地拉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手电筒的光柱瞬间刺破黑暗。只见一只受惊的野猫从柴火堆里窜了出来，转瞬消失在夜色中。他长舒一口气，反手关严了门。小东，你这神神叨叨的到底要干啥？铁蛋搓着光膀子，一脸狐疑地盯着他。李晓东凑近铁蛋，压低了声音：铁蛋，我要赚大钱，拉你一起干。我有个计划，收山货。啥？收山货？铁蛋瞪大了眼，连连摆手：小东，你没发烧吧？采点蘑菇野菜能值几个钱？以前也有人去卖，连路费都赚不回来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。李晓东没反驳，只是盯着摇曳的油灯，神色笃定地开口：那是他们没找对地方。后山鹰嘴崖下的阴坡有3处隐秘的采摘点，那里的木耳是天然生长的，肉质肥厚，背面带着细绒毛，泡发后比普通木耳大2倍，味道更鲜。他顿了顿，看着铁蛋逐渐僵住的表情，继续道：这些货只要运到县城供销社，那是紧俏东西，绝对能卖个好价钱。铁蛋猛地拍了一下大腿，声音都提高了8度：我去，小东你咋知道的这么清楚？我天天在后山砍柴打猎，都没发现这地方。你说的木耳特征跟我以前偶尔采到的好货一模一样，那味道确实绝了。铁蛋本以为李晓东是被张老黑逼疯了在说胡话，可听到这精准到每一个细节的描述，他心里那点怀疑瞬间散了干净。好，小东，我信你。铁蛋狠狠攥紧拳头，神色激动：我别的没有，力气管够。明天一早咱们就出发，谁也别耽误。李晓东咧嘴一笑，伸出手和铁蛋重重击了一掌：好兄弟，一起发财！李晓东告别铁蛋赶回家时，天刚蒙蒙亮。事不宜迟，张老黑那孙子还在后头盯着呢。
李晓东顾不上休息，一头扎进自家院子里翻箱倒柜的找工具。他找出了几只旧竹篮，可翻遍了院子和厨房，最关键的那把砍柴斧却不见了影。李晓东皱着眉嘀咕道：奇怪了，明明就放在这儿的，进山没这东西开路怎么行？孙桂香从屋里走出来，看着儿子焦急的样子，小声提醒道：小东，你是找那把砍柴斧吧？上次你二叔公过来说是借去劈2天柴，结果这都半个月了，一直也没见他送回来。李晓东听完，眼神瞬间沉了下去。李晓东黑着脸直奔二叔公家的院子，那把砍柴斧是进山的命根子，没他开路，深山里那些比人还高的灌木丛根本钻不过去。他跨进院子时，二叔公正慢悠悠地嗑着烟斗。李晓东没心思寒暄，站定在老头面前，直接开口：二叔公，我家的砍柴斧在你这儿吧？麻烦还给我。今天我和铁蛋急着进山采山货，等着用呢。二叔公撩了撩眼皮，吐出一口旱烟，语气阴阳怪气的：砍柴斧？啥砍柴斧？我没见过啊！是不是你自己放忘了地方弄丢了，跑我这儿乱赖什么？李晓东没说话，只是冷笑一声，抬手指着墙角那把横放着的斧头：二叔公，咱就别演了。李晓东盯着他，声音沉了下来：墙角那把斧头，把上缠着红绳，那是我妈为了怕弄混特意绑的。您明知道我要凑钱还张老黑的债，还故意把工具藏起来不让我进山。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您就不怕乡亲们笑话？二叔公脸色一僵，眼神躲闪着嘀咕道：我就是借来劈2块柴，忙活忘了，又不是故意藏的。李晓东没等他递，大步走过去拎起砍柴斧：借东西没问题，邻里间互相帮忙是应该的。他掂了掂沉甸甸的斧头，冷冷补了一句：但存心耽误别人的正事，这就不仁义了。以后我家东西您想用直说，别搞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小动作。知道了，以后不会了。老头涨红了脸，半天憋出一句。李晓东拿回斧头，刚跨进自家堂屋，铁蛋就背着2个大竹筐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。铁蛋探头看了看桌上的地图，心里还是没底。小东，工具齐了，咱这是第一次正经进山采货，万一采了一堆回来，供销社不收，那不白忙活了。李晓东闻言摊开提前画好的采摘分布图，指着标红的几个点：我早准备好了，你看，这鹰嘴牙阴坡的木耳肉厚色黑，比普通的能卖出几倍价。还有这几种带毒的，颜色鲜，有粘液，绝对不能碰。铁蛋盯着那份比生产队地图还细致的图纸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我的天，小东你咋懂这么多？李晓东收起图纸揣进怀里：别问那么多，跟着我干准没错。县里供销社给的收价，绝对能让咱翻身。两人刚要跨出门槛，孙桂香快步从屋里走出来，手里攥着一个被汗浸湿的小布包。她拉住李晓东的胳膊，眼眶通红的把布包塞进他手里。这是妈把旧布料卖了，好不容易凑出来的10块钱。山里不比外头，路滑坡陡，你们买点干粮带上，千万别贪多，早点回来。李晓东看着母亲担忧的模样，用力握住那叠零钱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小心，等着我们带钱回来。然而当两人走出村口望向后山时，原本还算晴朗的天空，不知何时已经堆起了厚重的黑云。铁蛋抬头望了一眼，惊呼出声：小东，你快看天上，这黑云都要压到脑袋顶了，怕不是要下大暴雨？李晓东闻言停下脚步，镇定的开口：怕是要下暴雨。这山里夏末秋初的季节就爱闹这种骤雨，天气说变就变。但咱们没时间等了，张老黑的债还等着还，抓紧赶路，进山找个避风处躲一躲，别耽误采摘。结果两人刚走进深山没多久，豆大的雨点子就砸了下来，连成串的往两人脸上拍，瞬间就会成了瓢泼大雨。山间的视线迅速模糊，浓重的雨雾把四周搅得白茫茫一片。铁蛋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冻得浑身打哆嗦，连说话都带了颤音。这雨太大了，路滑的根本没法走，咱别迷路困死在山里，要不先回去吧。而李晓东则拉紧身上的背包带，语气沉稳：别怕，跟着我走，踩着树根和石头走，这些地方结实不滑，别踩稀泥和落叶堆，容易陷进去。就在这时，前面转角处撞见一个背着猎枪正急匆匆下山的猎户。那猎户看见这两个毛头小子顶着暴雨往山里钻，停下脚步讥讽道：你们俩是疯了，这种大暴雨天进山，那不是纯粹送死呢？赶紧回头，再等一会儿雨水把小路冲垮了，你们连家在哪儿都找不着。猎户的话让铁蛋更犹豫了，他拉着李晓东的胳膊想往回转。不回去。李晓东用力摆了摆手，态度坚决的像块生铁。咱没时间等了，张老黑的债还悬在那儿。他安抚的拽住铁蛋，
压低嗓门，语气却沉稳有力。我知道一条近路，能避开山洪和暴雨核心区。从前面的缓坡下去，穿过乱石堆就是鹰嘴崖阴坡，那里被封，雨淋不到。猎户听了，挑着眉毛不屑地嗤笑一声：“吹牛皮！漫天大雾里谁能辨清路？我在这山里打了10几年猎，都不敢说能找准路。你一个生瓜蛋子，敢说大话？”李晓东没再理会身后的冷嘲热讽，一把拉住铁蛋的胳膊，一头扎进了那片白茫茫的雨幕中。老猎户看着两人的背影消失在雾气里，连连摇头，嘟囔着这俩人指定要迷路困死。可铁蛋跟着李晓东在泥泞的小路上左拐右绕，尽管雨水打得人睁不开眼，李晓东却走得异常精准。凭借着前世的记忆，他每一步都踩在结实的树根或石头上。两人在雨雾中艰难行进了不到半个时辰，李晓东突然刹住了脚步，他抹了一把眼上的水，指着前方不远处一棵饱经沧桑的老松树，眼睛里瞬间有了光。看，前面那棵老松树上。顺着李晓东指的方向，铁蛋抹了一把被雨水糊住的眼睛，随后整个人僵在了原地。只见前方那棵饱经风霜的老松树上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野生木耳。这些木耳被暴雨冲刷得黑亮剔透，每一朵都肉质肥厚，饱满下坠，品相比市面上卖的那些普通货色要好上10倍都不止。我的天，小东，这全是顶级好货啊！铁蛋惊呼出声，声音里带着压不住的兴奋。而那个原本等着看好戏的猎户也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，看到树干上那些优质的山货，他惊得眼珠子差点瞪出来，狠狠拍了一下大腿。真找到了，这路我走了10几年，回回都从这儿过，咋从来没发现这里藏着这种宝贝？李晓东没理会猎户的震惊，他动作麻利地翻出工具，随后头也不回地冷笑一声：“运气好而已，您慢走，不送。”其实李晓东心里清楚，这不仅仅是运气，这种顶级的野生木耳平时隐在森林深处，极难寻觅，只有在夏末秋初这种阴湿的暴雨天才会疯狂生长。别人都以为大雨是进山的索命符，唯独他知道，这是踩中隐秘商机的绝佳机会。两人顶着风雨，指尖在湿滑的树皮上飞快翻动，没过多久，竹篮底就被铺得严严实实。小东，差不多了，这雨越下越大，再不走我怕路真断了。铁蛋抱着已经装了小半筐的木耳，冻得嘴唇发紫，直打哆嗦。李晓东闻言直起腰，抹掉额头上混合着雨水的汗珠，眼神却死死盯着更深处的方向。这几样还不够还张老黑的债。李晓东语气坚定，反手拉住铁蛋：“我知道那边还有更多好东西，去那儿采满3筐再走。”铁蛋心里虽然打鼓，但一想到能还债，还是咬牙跟了上去。山间的泥路被雨水泡得又湿又滑，稍有不慎就会滑倒。别踩落叶堆，踩着树根和石头走。知道了。铁蛋话还没说完，脚下猛地踩到一块被雨水泡松的碎石，只听呲溜一声，铁蛋整个人重心不稳，身体朝着湿滑陡峭的坡下摔了过去。铁蛋，抓手！李晓东瞳孔一缩，几乎是本能的扑了过去。他整个人毫无形象的拍在泥浆里，右手死死攥住了铁蛋的护腕。巨大的惯性带的李晓东也往下滑了半米，砍柴刀在泥地里划出一道深沟。他咬着牙，额头青筋暴起，别乱动，另一只手扣住石缝。铁蛋吓得脸色惨白，手忙脚乱地抠住一块凸起的岩石。两人像两条濒死的鱼，在泥泞中挣扎了半天，李晓东才连拖带拽地把他拉回了平地。铁蛋瘫在地上，大口喘着粗气，雨水冲刷着他身上的泥浆。山间的风卷着雨，透心凉。铁蛋冻得嘴唇发紫，牙齿打架的咯哒声藏都藏不住，整个人抖得跟筛糠似的。别在这儿等死，快把这玩意儿塞进衣服里，贴肉放，能保命。李晓东没废话，从包里扯出一捆早就准备好的干草，直接扔到铁蛋怀里。铁蛋愣住了，盯着怀里干燥的草料，又看了看一身狼狈却眼神冷静的李晓东。小东，你什么时候捡的这玩意儿？刚才路过草垛子，顺手薅的。随后指着前方一处隐蔽的乱石堆，往那边走，有个避风的岩洞。走。铁蛋机械地把干草塞进背心，那股子干燥的暖意一贴皮肤，整个人确实缓过来不少。接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李晓东，穿过一片茂密的灌木丛，果然看见一个1人高的干燥岩洞。躲进岩洞，外面的雷声闷得像是在地底下响。铁蛋一边拧着衣服上的水，一边盯着李晓东看，眼神里全是陌生。小东，我咋觉得你跟变了个人似的？铁蛋憋了半天，还是没忍住。今天又是救我，又是预判大雨，连躲哪儿、怎么保暖都想好了。李晓东靠在岩壁上，没说话，只是盯着外面的雨幕，从背包里拿出一块大饼，分了一半递过去。李晓东淡淡的回了一句：“少废话，吃点东西攒力气。”人被逼到绝路了，自然就长脑子了。过了约莫1个钟头，外面的雨势渐渐弱了，浓重的乌云裂开一道缝，透出点惨白的光。走吧，趁着天亮，把鹰嘴崖阴坡那几棵老树采了。李晓东拍了拍身上的灰，率先跨出了岩洞。就在两人刚走进不远处的一片密林时，
李晓东突然站住了，只见他右手猛地往后一摆，示意铁蛋噤声。咔嚓，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从前方的老林子里传来，紧接着是树枝被蛮力撞断的声音。那动静很大，一下一下，震得脚底下的稀泥似乎都在颤。这动静绝不是什么野兔山鸡能闹出来的。小东，这是啥玩意儿？铁蛋屏住呼吸，手心里全是冷汗。妈呀！野猪！铁蛋眼珠子差点瞪出来，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死沉。只见一个黑乎乎的野猪从半人高的灌木丛里猛冲出来。蹲下！李晓东暴喝一声，右手抡起那把刚拿回来的砍柴刀，使出全身力气朝野猪脑袋侧边甩了过去，斧面重重砸在野猪的脖梗上。虽然没能破皮见血，却把这横冲直撞的畜生砸得歪了一个趔趄。野猪被激怒了，转头冲向李晓东。铁蛋，别发愣，抄棍子打他鼻子！李晓东侧身一滚，顺势捡起地上的一根粗枯枝，大声提醒：这畜生鼻子最嫩，往死里抡！铁蛋这会儿也回过神来了，求生欲让他爆发出了一股蛮力。他怪叫一声，抡起地上的粗木杠子，劈头盖脸的朝野猪的长鼻子砸去。野猪毕竟是畜生，被李晓东这一刀砸得有点猛，又被铁蛋一杠子扫中了最敏感的部位，疼得嗷嗷直叫。原本那股子拼命的狠劲泄了一半，掉头钻进山谷深处，没一会儿就没影了。铁蛋一屁股坐在泥地上，手里的木杠子还在抖。李晓东没说话，他撑着膝盖站起来，目光却死死盯着野猪逃窜时拱开的那片烂泥地。李晓东快步走过去，蹲在树根底下的腐殖土旁。铁蛋，快来看！铁蛋凑过来一看，愣住了。看啥？这烂泥巴有啥好看的？只见那片被野猪蹄子翻开的黑色腐土里，挤簇着几朵灰褐色的菌子。李晓东伸手拨开旁边的落叶，这是松茸。作为重生者，他太清楚这玩意的价值了。在后世，这种极品松茸是论克卖的奢侈品，即便在85年，这也是外贸出口的顶级货。供销社给的价格能吓死人。松茸？那是啥？铁蛋挠了挠头，这不就是臭蘑菇吗？这叫军中之王。这几朵顶咱采3筐木耳。李晓东一边小心翼翼地连根挖起，一边往旁边看去。就在不远处一处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的岩石缝隙里，一片巴掌大小、颜色深紫发亮的伞盖静静地躺在那里，边缘卷曲，质地坚硬。李晓东深吸一口气，灵芝，品相完整的野生灵芝，这简直是老天爷在拿命给他换钱。两人手脚不停，把这片野猪窝周边的宝贝采了个精光。不多时，3个竹筐被压得实打实的，底下是沉甸甸的顶级木耳，上面盖着金贵的松茸和那朵灵芝。下山的时候，天已经黑透了，山路泥泞。李晓东和铁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，虽然浑身湿透，但背后的分量让他们心里火热。铁蛋压低声音问：小东，这回咱是不是能把张老黑的债还清了？不光还债，李晓东摸了摸背筐的绳子，咱们还能让村里那些看笑话的人往后再也笑不出来。然而就在他俩行至一处背阴的陡坡时，李晓东猛地拉住了铁蛋。二人行至一处背阴的陡坡，石缝里渗出的山泉水遇冷结了一层薄冰，滑得抓不住脚。站那儿别动。李晓东头也不回地嘱咐一声，从腰间抽出那把砍柴刀。他扎稳马步，哐哐几下，在坚硬的冰面上凿出一排整齐的脚窝。每凿一下，冰屑就四处飞溅。他试了试深度，才示意铁蛋踩着坑走，别踩偏了。两人刚顺着冰窝挪下陡坡，李晓东眉头猛地一皱，瞬间灭了手电筒，一把将铁蛋拽进旁边的灌木丛。咋了？铁蛋压低声音问。李晓东没说话，只是指了指不远处的陡坡。借着惨淡的月光，隐约看见一个黑影缩头缩脑的蹲在那，手里拽着个麻袋，正没命的往里薅着什么，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乱响。李晓东冷笑一声，猛地将手电筒的光柱笔直地射向那人的脸。谁？那人吓得一哆嗦，手里的麻袋掉在地上，砸出一地指甲盖大小还没长开的幼菌。李晓东定睛一看，是隔壁村有名的二流子。看着那些被连根拔起的幼菌，李晓东心里的火腾的就上来了。这种幼菌你也薅？你是想让这山绝产，断了后路？李晓东，关你屁事！二流子看清来人，硬着脖子喊：这山又不是你家的，老子想采啥就采啥，拿去卖钱关你什么事？想以次充好，却坏了名声。李晓东没跟他废话，大步跨过去。二流子刚想跑，李晓东手疾眼快，反手拧住他的胳膊，顺势往下一摁，直接把这货脸朝下拍在了烂泥地里。哎呦，撒手！二流子满脸是泥，杀猪般的叫唤。这袋子幼菌我没收了。李晓东夺过麻袋，眼神冷得吓人。如果你想拿回去，就跟我去村委会走一趟，让大伙看看你干的好事。二流子一听要见官，顿时蔫了。这年头毁山崩是会被全村戳脊梁。他连滚带爬的挣脱开，连麻袋都顾不上捡，一溜烟钻进林子跑了。铁蛋对着李晓东竖起大拇指：小东干得漂亮，这帮损贼就得这么治。走吧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李晓东拎起那袋幼菌，正准备继续赶路，突然前面的树林里传来一阵整齐的脚步声，伴随着打火机的一声响，3根旱烟的红点在黑暗中忽明忽暗。只见张老黑穿着件破雨衣，抖了抖手里的铁锹，在那2个流里流气的混混簇拥下，大摆大摇地挡住了下山的窄路。
李晓东，老子在山底下吹了一宿冷风，可算把你等下来了。山里的东西见者有份，把筐放下，留下一半抵债。咱们那50块钱的账就算清了一半。他身后的2个混混也跟着起哄，掂着手里的木棍，流里流气的喊：“就是瞅你们这穷酸样，进趟深山能采出啥金子来？顶多也就是些不值钱的烂木耳。赶紧交出来，免得哥几个动手。”铁蛋吓得心尖子直颤，背后的筐子也由于害怕而微微晃动。李晓东却面无表情。他往前跨了一大步，直接挡在铁蛋身前。他右手死死攥住那把砍柴斧，斧刃在微弱的月光下泛着寒意。见者有份。李晓东冷冷地盯着张老黑，嘴角扯出一抹嘲讽。张老黑，你是不是觉得这福安屯是你家开的？放高利贷还不够，现在还学会半路打劫了？张老黑被这一抢白，脸色顿时难看起来。他扬了扬铁锹，少废话，今天你不留下东西，就别想下山。李晓东没退后，反而又往前逼近了一步，斧尖有意无意地在那儿晃了晃。张老黑，我劝你动脑子想想，现在是1985年，还轮不到你这么嚣张。李晓东的声音不大，却稳得让张老黑心里打鼓。你放高利贷那是破坏经济，拦路抢劫那是重罪。只要我明天去派出所把这些烂账一捅，你猜你这把老骨头够不够蹲10年大牢的？张老黑愣住了，原本那副嚣张劲儿像被戳破的皮球，瞬间瘪了一半。他虽然是个村霸，但也知道这时候做错事是真抓真判。你少吓唬我！张老黑语气虚了不少，眼神开始飘忽。你可以试试。李晓东一步不让，是你那50块钱重要，还是你那条老命重要？张老黑盯着李晓东那副豁出去的狠样，又瞅了瞅那把寒光闪闪的斧头，最后恨恨地往地上啐了一口。行，算你小子有种，咱们走。1个月后拿不出300块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张老黑带着人骂骂咧咧地钻进了林子，见人走远了，铁蛋这才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大口喘着气，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。小东，刚才吓死我了，我真怕他们扑上来。没事了，走回家。李晓东拍了拍铁蛋的肩膀，两人背着沉甸甸的宝贝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里赶。回到家时，东方的天际已经泛起了鱼肚白。李晓东推开虚掩的院门，一眼就看到堂屋里还亮着灯火。孙桂香坐在桌边，面前的煤油灯映得她的影子在墙上孤零零地晃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孙桂香猛地站起身，因为坐得太久，身子晃了一下。她看着满脸泥浆、浑身湿透的李晓东，半天没说出话。那一整夜的提心吊胆，在看到儿子平安无事的那一刻，彻底塌了。孙桂香愣在那，眼泪断了线似的往下掉。孙桂香扶着门框，眼角的泪还没干透。李晓东轻轻拍了拍母亲的手背，声音低沉却稳当：“妈，您回屋歇着。这3筐货要是卖得好，咱不仅能把张老黑的债还了，还能剩下的钱给您添件新衣裳。拿着，路上买点吃的。小东，路上千万当心。”孙桂香吸了吸鼻子，把那迭代温热的10块钱又往他怀里塞了塞。知道了，妈。李晓东转过身，和铁蛋一人一边扛起了沉甸甸的竹筐。清晨的凉气还没散尽，两人就这么深一脚浅一脚的朝着县城的方向赶去。山路崎岖，再加上头天晚上刚下过大雨，土路粘脚的很。再坚持一下，到县城就能卖上好价钱了。铁蛋肩膀上压着几10斤的木耳，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，但他眼神亮得吓人，每一步都走得带风。小东，咱走了得有3个多时辰了吧？铁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，随后指着前方隐约可见的青砖瓦房喊道：“你看，那是县城的供销社大门部。”李晓东抬头望去，一座2层小楼立在街道尽头，在这年头，那简直是县城最气派的地方。到了，李晓东紧了紧背筐的带子，铁蛋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总算到了，等把这3筐宝贝换了钱，我高低得买2个大肉包子解解。两人正兴冲冲地往门口走，旁边一个蹲在墙根底的小贩突然站起身，压低嗓子拉住了李晓东的袖口：“小伙子，等等，先别进去。”小贩努了努嘴，怎么了？指着供销社的收购窗口。李晓东啊，听我一句，别进去受那窝囊气。里面的收购员王哥，那眼珠子是长在头顶上的，他最瞧不起咱乡下来的泥屯子。之前好多人拿了顶级的山货过去，上次山货被压了3成价，你爹都没敢吭声。进了这门，东西就不是你的了，都被他压价压的连来回车费都挣不回来，进去就是血本无归啊！铁蛋听了这话，心里猛地打了个突，扭头看向李晓东。别担心，李晓东没慌，我早有打算。他谢过小贩的提醒，嘴角反而挑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。这种拿着鸡毛当令箭的看门人，他前世见得多了，对付这种人，他自有办法。走，进去。李晓东带着铁蛋跨进了供销社的大门，屋里阴凉得很，一股子咸盐、红糖混合着布料的特殊气味扑面而来。柜台后面，一个中年男人正斜着眼看报纸，听到动静，男人掀了掀眼皮，目光在李晓东和铁蛋沾满泥点的解放鞋上扫了一圈，随后又落在2只沉重的破竹筐上。干什么的？男人满脸不耐烦。卖破烂去废品站，供销社不是垃圾场，赶紧扛走，别耽误我干活。铁蛋被这嗓子吼得一愣，刚想开口解释，男人已经厌恶地摆了摆手，像赶苍蝇似的把头扭到了一边。铁蛋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，他猛地把背上的大竹筐往地上一蹲，2只拳头攥得咯吱响。你连看都没看一眼，凭啥说俺们的货不行？你这就是狗眼看人低。男人没抬头，依旧翻着手里那张报纸，阴阳怪气地哼了一声：“瞅瞅你们那一脚的烂泥，能出啥好玩意儿？每天像你们这种想来碰运气的泥腿子多的是，赶紧滚蛋！
别在这儿碍眼。铁蛋气得又要往前冲，李晓东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，把他护在身后。李晓东看着一脸傲气的采购员，脸上没半分怒色，反而露出一抹淡淡的冷笑。他前世在商场摸爬滚打，这种手里有点小权的看门狗，他见得多了。王哥是吧？既然你觉得我们是来卖破烂的，那咱俩打个赌。我要是把筐掀开，里面的货确实是你说的那种垃圾，我跟我兄弟立刻扛着筐滚蛋，这辈子不进你供销社的大门。王哥这才慢吞吞的放下报纸，斜着眼瞅他。要是好货呢？要是好货，李晓东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的说道：“你不仅得收，还得按县里最高的收购价收，1分钱都不能少。敢赌吗？”王哥嗤笑一声，把手里的报纸往桌上一放：“成啊，我就在这儿看着。你要是能从这破竹筐里变出金子来，我就按最高价给你结账。开吧。”李晓东没废话，他弯下腰，猛地掀开了3个大竹筐的盖子，瞬间，一股浓郁清冷、带着深山老林特有的泥土清香从筐里喷涌出来。大厅里原本吵闹的声音停了。李晓东指着第一个筐，里面的野生木耳整整齐齐，每一朵都漆黑发亮，肉质厚的像片小肉块，背面还带着那一层标志性的灰色细绒毛，这是鹰嘴牙鹰坡的黑木耳。李晓东又掀开第2个筐，露出了里面的极品松茸，每一朵都透着淡淡的松香味。最后，他从第3个筐的干草堆里缓缓托起那朵紫黑发亮的野生灵芝。王哥脸上的嗤笑瞬间凝固了，他猛地站起身，半个身子都探出了柜台，他的眼珠子死死盯着那朵灵芝。这怎么可能？周围本来在买东西的职工和百姓全围了上来，发出一阵阵惊叹：“我的天，这木耳得有指甲盖那么厚吧？快看那灵芝，这品相，怕是山上老猎户几10年都见不到一回啊！这小伙子真有本事，这全是顶级的家伙。”王哥刚才那股子不可一世的劲儿彻底没了，他张着嘴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，只觉得老脸火辣辣的疼，像被人当众扇了几10个耳光。怎么样，王哥？李晓东拍了拍手上的泥点子，这破烂，您是收还是不收？王哥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，结结巴巴说不出个整话。这儿出什么事了？大呼小叫的，像什么话？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、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走了进来，他面色严肃，眼神犀利，浑身透着股久居上位的威严。李晓东回头一看，认出了来人，县供销社主任李卫国。王哥一看见李卫国，脸色瞬间煞白，连声音都带了哭腔：“李主任，您怎么过来？”李卫国走到那3个竹筐跟前，他蹲下身子，先是伸手摸了摸那厚实的木耳，又凑近闻了闻松茸的香气，最后那一双眼睛死死定在了那朵紫红色的野灵芝上。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啊！李卫国喃喃自语，指尖由于激动微微有些颤。他抬头看向李晓东，眼神里全是藏不住的惊艳。小伙子，这灵芝你是在哪儿采的？这品相，我在供销社干了这么多年，也就见过这一回。鹰嘴牙后山的背阴处，老林子深处攒下的家底。王哥在一旁看着主任这副模样，脑门上的汗珠子顺着鬓角往下淌。他张了张嘴，想往回圆场。主任，我刚才就是怕他们拿次品来糊弄，想替社里把关。把关？你那是把关还是把门缝给焊死了？李卫国猛地站起身，脸色冷得像挂了霜。他指着王哥的鼻子，声音提亮了几分：“你在这儿待久了，眼珠子是长到脚后跟去了。这种顶级的山货，那是咱社里求都求不来的尖货，你张口就说是破烂。要是把这么好的货色撵出门去，咱县里的外贸指标你来填。”王哥被骂得缩了缩脖子，半句话也不敢吭，低着头在那儿直擦汗。小伙子，对不住，手下人没眼力见。李卫国转过脸看向李晓东时，语气缓和了许多。这些货供销社全收了，木耳按每斤1块8，其他的我直接给你按省里的最高价收。李晓东盘算了一下，在1985年1块8一斤的木耳，简直是天价。行，听李主任的。李晓东点点头，示意铁蛋把筐抬上去。王哥这会儿哪还敢拿大，连连点头哈腰。王哥，这回1分不差，您放心过磅。算盘珠子在柜台上噼里啪啦乱响，那是这年头最动听的声音。王哥一边拨弄着算盘，一边擦着额头上的冷汗，最后抬头看了看李卫国，声音有些发虚：“主任，算好了，总共是137块2毛6。”我的娘哎！铁蛋听到这数，当场激动的一蹦老高，130多块！小东，咱发财了，咱真发财了！李晓东死死攥紧了拳头，这137块2毛6，不仅仅是钱，这是他护住这个家的底气。李卫国从男人手里接过一叠厚厚的票子，亲自点清了，递到李晓东手里，拿着，这是你们应得的。李卫国看着李晓东沉稳的模样，眼里流露出几分欣赏。谢了，李主任。李晓东接过钱，揣进怀里，招呼铁蛋扛起空筐准备离开。李晓东同志，请留步。李卫国突然开口，叫住了正要跨出门槛的李晓东。他快走几步追了上来，看了看周围好奇的目光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你要是不急着回去，咱们去后头办公室单独聊聊。”李晓东看着李卫国那副严肃中透着认真的神情，心里明白，真正的买卖这时候才算刚开始。李卫国把李晓东带进了供销社的办公室，屋里陈设简单，靠墙一张掉漆的办公桌，桌上压着块大玻璃，底下塞着几张泛黄的照片，墙角立着一排写着先进单位的锦旗。李卫国拿起暖水壶，往2只搪瓷缸子里倒了水，推到李晓东面前，这才拉开椅子坐下。坐吧，别拘着。李卫国扶了扶眼镜，目光里透着几分对人才的稀罕。伙子，刚才在外面我就想说了，你这胆识和眼光，不像是个成天窝在山沟里的。李晓东接过缸子，笑了笑：“李主任，
我这就是被逼到悬崖边上了，不得不往深山里多看两眼。咱山里的宝贝多，就是缺个识货的领路人。说得好！李卫国拍了一下桌子，身子前倾，那朵灵芝和那匹松茸，品相确实罕见。实话跟你说，县里每年的外贸出口任务很重，咱们就缺这种能拿得出手的奸货。要是回回都能有这种品质，我这当主任的觉都能睡得安稳不少。李卫国停顿了一下，点了一根烟，烟雾在日光下缓缓散开。我想跟你谈个长期的，以后你采到的货，只要品质能维持住，供销社永远给你留着最高价的收购通道，不用跟外面那些二流子抢摊位。你送过来，我直接让供销社给你现结，你看成吗？李晓东愣了一下，他原本计划的是一锤子买卖，先把那50块钱的债还了，保住自家的屋子和母亲的安宁，剩下的再慢慢盘算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凭借着前世对顶级货源的判断能力，竟然一下子敲开了供销社的大门。在1985年，这无异于直接拿到了一张财富通行的入场券，未来的销路问题彻底解决了。李晓东没犹豫，抬头看着李卫国：“李主任，既然您这么痛快，我也不能掉链子。只要这山不荒，以后我手里最好的货，必准先送到您这儿。”李卫国哈哈一笑，站起身伸出手：“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”李晓东从办公室出来时，铁蛋正在供销社门口急得转圈，两只手把空筐子抓得嘎吱响。一见李晓东出来，他猛地扑上来，压低声音急火火地问：“小东，咋样？李主任没为难你吧？这钱咱能带走不？”李晓东拍了拍怀里硬邦邦的那叠钞票，递给铁蛋一个稳当的眼神：“放心，没事，买卖谈成了。”铁蛋长舒一口气，腿都软了一下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咱这货太好，招人眼红了呢。两人扛着筐子走出供销社大门，铁蛋还在嘿嘿傻笑，盘算着回去给家里买几斤猪肉，再买几瓶好酒。可他们并没察觉到，在供销社斜对面的胡同口，张老黑阴沉着脸，手里拎着根还没抽完的卷烟，正死死盯着两人的背影。他本是来县城办事的，听说李晓东竟然带货进了供销社，特意在这儿等着看这俩泥腿子被撵出来的笑话。张老黑看着两人那副神清气爽的模样，又瞅了瞅他们空掉的筐，眼睛里闪过一丝阴狠的毒光。从县城回福安屯的土路上，李晓东和铁蛋走得飞快，他们怀里揣着那130多块钱，沉甸甸的，像揣着一团。李晓东没急着回家，反而带着铁蛋直奔张老黑家那大院子去。小东，咱真现在就去？铁蛋抹了一把脸上的凉露水，压低声音问：“趁热打铁。”李晓东头也不回，步子迈得极稳。张老黑刚披着衣裳出来开大门，迎面就撞见两人，他愣了一下，随即斜着眼阴阳怪气的笑出了声：“哟，这不是咱村的大能人吗？怎么着？在县城碰了一鼻子灰，还是连供销社的大门都没进去，这就回来哭穷，求我再宽限2天了。”张老黑把烟横在嘴边，抱着胳膊挡在门口，满脸写着不屑。李晓东没接他的茬，往前跨了一大步，直接走到院里的石桌旁。他伸手往怀里一掏，掏出一叠整整齐齐的大盘子。啪！李晓东扬起手，重重的拍在石桌上。在那天还没亮透的院子里，这一声响的格外惊人。这是100块，剩下的200，半个月内我一分不少的砸在你脸上。李晓东盯着张老黑，眼神冷得像数9寒天的冰碴子。张老黑原本还想嘲讽的话全卡在嗓子眼里了，他死死盯着石桌上那叠钞票。钱我认还，但张老黑你给我记住了，这半个月里，你要是再敢去我家，再敢对我妈说半句不干不净的话，我就算拼着这买卖不干了，也得让你这辈子都出不了福安屯，听明白了？张老黑下意识往后缩了缩脖子，半天才挤出一声含糊的话：“行，算你有种。”李晓东转身就走，铁蛋赶紧跟上，临走还不忘对着张老黑哼了一声。回到自家院门口时，李晓东推开虚掩的门，一眼就看见堂屋里还亮着豆大的灯。孙桂香坐在桌边，正就着煤油灯缝补那件不知补了多少回的旧衣裳。听到动静，他猛地站起身，手里的针线笸箩掉在地上，滚了一地的线团。小东回来了。孙桂香声音发颤，手在围裙上使劲搓着。李晓东走过去，把剩下的37块2毛6全放在了母亲手里。妈，债还了一半，剩下的钱您收好，咱家的日子往后能过舒坦了。孙桂香低头看着那堆有零有整的钞票，半晌没说话，她的手剧烈的抖着。小东，这是干净钱不？妈，1分1毫都是汗水换的，您放心，儿子以后让您天天吃细粮。母子俩正说着话，院子外头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，伴随着几个尖刻的嗓门：“听说没？李晓东那小子真进城卖货了，我瞅见他刚才去张老黑家了，好像还真拍了不少钱在桌上。走走走，赶紧瞧瞧去，这窝囊废难不成真捡着金子了？”李晓东听着外头的动静，他知道这钱一露白，村里的麻烦事才刚刚开始。院子里围着的村民越来越多，嗡嗡的议论声隔着窗户纸都能传进屋里。瞅瞅，这还是老李家那个窝囊废吗？这就进山几天，真把大团结拍桌子上了。张老黑那脸绿得跟树叶子似的，李晓东这小子怕是真在深山里撞见财神爷了。李晓东没理会外头的嘈杂，他看着母亲孙桂香那双还在哆嗦的手，轻声说道：“妈，这37块钱您先收好，买点细粮，再割2斤猪肉。”张老黑那边我已经先顶回去了，剩下的200块，半个月内我准能拿回来。孙桂香抹了一把眼泪，抬头看着儿子，眼里全是陌生和惊喜。小东，咱先歇2天吧，你这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似的，浑身又是泥又是水。歇不得，
妈，李晓东眼神清亮，语气里透着股子不属于这个年纪的稳重。眼瞅着就要进初冬了，等第一场大雪封了山，再想往里钻就难了。我打算趁着这几天雪季没来，再带铁蛋进几次深山。光靠咱俩人，匡小力气薄，踩不了多少。我左得找几个靠得住的乡亲入伙，把规模搞大。孙桂香愣住了，手里的钞票被他攥得发皱。他本以为儿子赚了第一笔钱会先安稳2天，躲躲风头，可眼前的李晓东不仅没想过歇着，反而张口就是要扩大规模，招人干活。这雷厉风行、见识深远的样子，哪还有半点以前那种得过且不缩头缩脑的影子？小东，你真是换了个……李晓东笑了笑，没多解释，转身走出了院门。铁蛋正蹲在门口槐树底下抽着闷烟，一见李晓东出来，立马掐了火站起身。小东，咱接下来咋办？张老黑那孙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找人干大买卖。李晓东拍了拍铁蛋的肩膀，就咱俩，累死也踩不完鹰嘴崖那边的奸货。我记得二柱和狗剩平时踏实，手脚也干净，咱去寻他们，拉他们入伙。我给他们开工钱，或者按货分红，只要肯出力，保准比在地里刨食。铁蛋一听，兴奋的两眼放光，猛地一拍大腿：成啊！那俩小子力气大的跟牛似的，早就在家闲得骨头发痒了。走，现在。二柱和狗剩正蹲在石碾子旁抽着闷烟，脚边一地的旱烟灰。李晓东带着铁蛋大步走过去，脚底下的干树叶踩得咔嚓响。二柱、狗剩忙着呢。李晓东站定，自个儿也蹲了下来，随手捡了根树枝在地上划拉着。二柱抬起眼皮，鼾声鼾气的应了一句：“小东啊，听说你这2天发了，全村都传遍了，说你一把拍给张老黑100块，那都是拿命换的钱。”李晓东直视着两人的眼睛，开门见山：“我今天过来是想拉你俩入伙，咱福安屯后山全是宝贝，光靠我和铁蛋俩采不完也搬不动，你俩力气大，手脚也快，跟我一起进深山采山货，咋样？”狗剩掐了烟，有些犹豫的抓了抓后脑勺：“小东，这俺们也想挣钱，可俺俩就是一身蛮力，深山老林里啥样俺们都不知道，万一踩了毒菌子，或者碰见大虫，那不白瞎了吗？再说供销社那边，人家能认俺们的东西，就是万一忙活半天没挣着，家里那口子得念叨死。”二柱也跟着附和。李晓东没急着争辩，从兜里掏出几张零钱，往石碾子上一拍：“这是给你们预支的干粮钱，1人2块，去镇上买点大饼电池。”李晓东指着石碾子上的钱，语气稳当：“分工我都想好了。”铁蛋带路，教你们怎么认顶级木耳和松茸，顺便盯着安全，保准按最高价现结，咱不定死工资，按劳分利，谁采的多谁拿的多，哪怕那天运气不好没采着，我也给你们算基本的辛苦费，绝不让你们白跑。铁蛋在一旁拍着胸脯保证：“二柱、狗剩，咱哥几个啥交情，有我带着，保准出不了岔子。小东现在跟县供销社的主任都说得上话，你们还怕啥？”两人盯着石碾子上那4块钱，又看了看李晓东那副成竹在胸的样子。2块钱在1985年能买不少粮食了，这诚意直接砸到了心坎里。成，小东你这么看得起俺们，俺们要是再推脱，就真不是东西了。二柱一拍大腿站了起来，狗剩也狠劲点了点头。明天一早，大槐树底下见。4人约定好细节，李晓东和铁蛋便转身往家走。二柱和狗剩揣着那2块钱，正打算往家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阴恻恻的干咳声。张老黑从老槐树后面慢悠悠地晃了出来，手里还拎着根没点着的烟，眼神在两人身上打转。哟，二柱、狗剩，这就让李晓东那小子给收买了。张老黑阴阳怪气的冷笑一声，往地上啐了一口。他那是画大饼给你们看的，他自个儿还欠着我200块没还，拿什么给你们分红？别到时候山货没卖掉，命先丢在老林子里了。二柱和狗剩没说话，脸色有些难看。张老黑凑近两人，压低了嗓门，声音里透着股子阴狠：“李晓东这小子写信，我想知道他到底在后山哪刨着的宝贝。你俩只要肯给我通风报信，把他的路线和地方告诉我，我一人给你们5块钱，这可比进山拼命强多了，咋样？”二柱抬头瞪着张老黑：“张叔，小东哥不是那种人，他真得现钱。”狗剩也往后缩了半步，温声说：“俺们不干那缺德事，人家诚心带俺们挣钱，俺不能背后捅刀子。”两人互相看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坚定，转身快步往家里走，准备明天进山的家伙事儿。身后的张老黑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气得原地跺脚。凌晨4点，福安屯还裹在灰蒙蒙的冷雾里，清晨的霜气直往骨头缝里钻。李晓东紧了紧绑腿，把那把磨得蹭亮的砍柴斧往腰后一别，大步走向村头的大槐树。铁蛋早就到了，二柱和狗剩缩着脖子，一人背着个半人高的大竹筐，正使劲往手心里哈着热气，冻得直打哆嗦。小东，这天也太冷了，咱这趟真能像你说的那样赚钱？二柱跺了跺脚，鞋底踩在霜地上咯吱响，把心放肚子里。李晓东看了他一眼，语气稳当：“只要听指挥，今天下山就让你们见着现钱。”4个人一头扎进了老林子，到了鹰嘴崖底下的阴坡，李晓东把4个人聚在一块儿，他指着几棵倒伏的腐木，语气严肃：“二柱，你带狗剩去左边那片老柞木林，记住，专门挑那种黑亮肉厚的蒿，那种干瘪带白毛的别碰，还有指甲盖小的幼芽也留着，那是明年的种，不能绝了后路。”铁蛋嘿嘿一笑，拍了拍二柱的肩膀：“
瞧好了吧，小东带的路什么时候走空过？二柱和狗剩刚开始还有点手生，可一钻进林子，两人的眼睛就直了。那老树干上、腐叶堆里，密密麻麻全是黑亮的顶级木耳。我的天，这哪是采山货，这简直是在地上捡钱啊！李晓东没闲着，他一边统筹分配采摘区域，一边带着铁蛋往更深处的松茸点摸。二柱和狗剩学得极快，不到晌午，两个人的背篓就装了一大半。一天下来，4只大背篓被压得实打实的，除了顶级木耳，还有不少金贵的松茸。二柱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珠子，看着满满当当的筐，嗓音都提亮了。小东，俺服了，俺在地里刨上半个月，怕是也没这一天挣得多。以后只要你张嘴，俺这条命就交给这大山了。别说那没用的，下山路滑，扎紧筐口。夕阳把4人的影子拉得老长，铁蛋走在最前面，心里正盘算着这趟能分多少钱给家里。然而后山那处阴森的山坳里，几双阴鸷的眼睛正死死盯着林子里的动静。张老黑蹲在乱石堆后面，手里拎着根碗口粗的木杠子，身后的2个混混正往手心里吐唾沫，把手里的短棍攥得咯吱响。姐，老大，听动静，快下来了！妈的，这小子邪性，采了这么多好东西，谁也别想带出这山。今天老子不仅要货，还得让这李晓东知道福安屯是谁的天下。小东，过了这道山坳，再走半个时辰就能进村了。铁蛋抹了一把额头的汗，虽然累，但语气里全是藏不住的心思。可还没等他话音落地，李晓东猛地停住了脚步，眼神瞬间变得阴损般锐利。我知道是你张老黑。李晓东冷冷的开口，别躲了。右手已经不动声色地摸向了腰后的砍柴刀。话音刚落，左侧的乱石堆和右边的老林子里突然穿出几道人影。这条道不是谁都能走的。他身后还跟着2个壮实的混混，虎子和豹子，两人手里都攥着竹竿，堵住了去路。就为让你们亲眼看看，这山里的东西从今往后归谁？张老黑歪着头，阴恻恻地打量着那4个满当当的背篓，眼里满是贪婪。这山头自古有规矩，外人不得采一叶一股。李晓东，你听着，这山里走一遭，货留下一半，不然杠子不认。二柱和狗剩哪见过这种阵仗？他俩平日里虽然有一身蛮力，但骨子里还是老实本分的庄稼汉。这阵仗真压人呐！二柱的腿肚子就开始打转，狗剩更是吓得脸色煞白，手里的长棍都快抓不稳了。喂，小东，这可咋整？二柱颤声问道。你再不放下背篓，我今天就让你躺在这儿。李晓东，再不放下背篓，我就砸了你！张老黑本以为李晓东会像以前那样软下来求饶，或者被这阵势吓得不知所措，可没曾想李晓东连眼皮都没眨一下，他微微侧过头，语气极其冷静地对身后的铁蛋叮嘱：“铁蛋，带二柱和狗剩往后退3步，护好背篓，里面的货要是洒了1两，这趟咱就白干了。其他的交给我。”铁蛋愣了一下，看着李晓东那宽阔的背影，心里莫名的生出一股底气，重重地点了点头，拉着战战兢兢的二柱和狗剩往后缩去。李晓东独自一人往前跨出2步，正对着张老黑3个人，手里的砍柴刀在暮色中闪着寒光，他眼神深邃，周身散发出一股狠辣劲儿，竟压得对面的张老黑心里咯噔一下。这规矩压不住我，底线我说了算。我的货1颗木耳你都拿不走。李晓东声音不大，却透着彻骨的凉意。张老黑被这一声激得有些心虚，但一想到那3、4筐顶级的山货，瞬间被冲昏了头脑。妈的，给脸不要脸！虎子、豹子，给老子抢！谁抢到归谁！张老黑挥手一指，嗓音都吼得有些劈了叉。虎子和豹子对视一眼，口中发出一声怪叫，直接朝着铁蛋背上的背篓猛冲了过去。虎子和豹子已经扑到了铁蛋跟前，2双粗壮的手眼看就要扣住那沉甸甸的背篓。铁蛋也是个有血性的汉子，见退无可退，双眼瞬间急得通红，想要俺们的货，除非从俺尸手上踩过去。铁蛋抡起手里的长木棍，兜头就朝虎子劈了过去，3人瞬间扭打在一块儿。二柱和狗剩虽然吓得够呛，但也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，死死护着怀里的筐子，时不时用脚踹向靠近的打手。李晓东眼神一凛，脚下猛地发力，住手！别碰他！前世在工地摸爬滚打几年，为了护住工人的血汗钱，他没少跟那些地痞流氓硬碰硬。那些在生死边缘练就的格斗技巧，此时如同本能一般从他的肌肉记忆里苏醒。给老子滚开！李晓东冲到近前，一个侧踢精准地抽在豹子的膝盖弯处，只听咔嚓一声闷响，豹子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整个人失去平衡，重重地跪在泥地上。李晓东顺势回身，手肘借着惯性狠狠撞在虎子的心口窝上，力道大得惊人。虎子只觉得两眼一黑，胃里的酸水差点喷出来，捂着胸口瘫在地上直翻白眼。不到2分钟，2个金牌打手竟就被李晓东打得满地找牙，缩在石头缝里哭爹喊娘的求饶。张老黑彻底僵住，他手里那根碗口粗的木杠子还在微微发抖，看着鼻青脸肿、狼狈不堪的手下，他心里那点仗势欺人的底气瞬间消散了个干净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那个以前见着他都要绕道走的窝囊废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打？李晓东，你别乱来啊！张老黑外强中干的喊了一嗓，父子却下意识的往后蹭。李晓东拎着砍柴刀缓缓逼近，斧刃上还沾着刚才打斗时蹭上的泥星子。张老黑，
你真以为现在还是你称王称霸的时候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是85年，全国都在严打，你这叫拦路抢劫，抓进去就是重罪。你要是再敢动歪脑筋，我明天就把你这些年干的烂账全捅到派出所去。你看这一回，你那条老命够不够在里头蹲到死的？张老黑虽然横，但更怕死。走，快走！张老黑连滚带爬的带着虎子和豹子钻进了老林子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二柱和狗剩还没回过神来，愣愣的看着李晓东的背影，眼神里全是敬畏。小东，你这身手神了！二柱抹了一把脸上的冷汗，由衷的赞叹道。李晓东则收起刀，帮铁蛋正了正背篓，沉声道：“走吧，正事要紧。”四人背着沉甸甸的财富走出山坳，还没到村口，就远远瞧见一片晃动的手电筒光和火把。原来早有在地里干活的村民瞧见张老黑带人去堵路，赶紧跑回村里喊人：“回来了，小东他们回来了！”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，原本安静的村口瞬间炸开了锅，几十个村民围了上来，有的拎着扁担，有的拿着镰刀，看着四人衣衫褴褛却平安无事。再听铁蛋讲李晓东打跑了张老黑，村民们的眼神彻底不。好样的，小东，咱村总算有人能治治那老黑了。这哪是窝囊废啊，这是咱福安屯的一条龙啊！在一片赞扬声中，看到了正站在自家院门口提着马灯翘首以盼的母亲，他心里一暖，知道这第一步总算是踩实了。村口的火把映得人脸通红，铁蛋站在大石碾子上，一边比划着刚才在山坳里的招式，一边扯着嗓子喊：“他一脚侧踢出去，咔，豹子腿他当场折成车两截。你们没看见那场面？小东一个肘子就把他撞翻了。”围观的村民们发出一阵阵惊叹。平日里受够了张老黑窝囊气的二柱和狗剩，这会儿也挺直了腰杆子。好，打得好！李大爷猛地拍了一下大腿，烟袋锅子在石头上敲得当当响。张老黑仗着家里那两个狗腿子，在咱福安屯横行霸道了多少年？今天总算踢到铁板上。李大爷走到李晓东跟前，眼里透着一股子由衷的赞赏。他指着李晓东对大伙说：“这娃从小就有股狠劲儿，动手从不含糊。村里有李疯子加铁疙瘩镇着，怕啥？咱们不怕了。看谁还敢随便欺负咱老实人！”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和叫好声。之前那些总是嘲讽李晓东是三脚踹不出个闷屁的村民，此时个个换了副嘴脸。小东啊，我就说你这孩子打小就有出息，那眼神就跟别人不一样。村民甲凑上来，想摸摸那油光发亮的野生灵芝，被铁蛋一把挡开。他也不恼，依旧嘿嘿陪着笑。李晓东看着这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，心里跟明镜似的。他没怎么说话，只是礼貌地应付了几句，便招呼铁蛋三人背起筐往家走。李晓东带着铁蛋他们刚回到自家小院。小东，你伤着没有？院门外就传来一阵急促且沉重的敲门声。李晓东，开门！这嗓门一出，原本还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铁蛋和二柱瞬间变了脸色。李晓东眉头微皱，推开门一瞧，带头的是村支书王建德，而王建德身后赫然站着两个穿着深蓝色制服、腰间挎着皮套子的派出所民警。小东，怎么回事？孙桂香吓得手里的马灯差点掉地上，脸色刷得白了。你来这儿到底想干什么？李晓东神色不乱，平静地问道。王建德叹了口气，有些无奈地侧过身。其中一名年纪稍大的民警走上前半步，神情严肃地掏出一张登记簿。谁是李晓东？刚才接到张老黑，也就是张长夫的报警，说你们几个人在后山山坳拦路抢劫，还把他的人打成了重伤。现在跟我们走一趟，回派出所接受调查。铁蛋一听，气得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。张老黑带人抢我们的山货，我们挡他才动的手，这是正当防卫。有什么话到所里说。民警声音冰冷，示意李晓东跟上。李晓东安抚地看了一眼急得快哭出来的母亲。哼，恶人先告状。张老黑，你这招可真是自掘坟墓。面对两名神色冷峻的民警，铁蛋和二柱攥紧了拳头，额头上青筋暴起。警察同志，您可得查清楚啊！是张老黑带人在山坳里劫我们的货，我们那是正当防卫。李晓东伸手示意铁蛋先别冲动，他往前跨了一步，神色冷静得像一潭深水。同志，既然张老黑报了警，我肯定配合调查。但我有几句话得先说明白。张老黑不仅长期在村里放高利贷，昨天傍晚还带着两个打手在后山山坳拦路抢劫。这儿不仅有铁蛋他们当事人，村口接应我们的乡亲都能作证。到底是谁在寻衅？就是小东这孩子老实，是张老黑那混球先带人去堵路。张老黑那高利贷利滚利的，大家都清楚，他那是恶人，先告状。民警看着群情激愤的村民，又看了看李晓东那副坦荡的样子，心里已经有了定论。在那个法治逐渐健全的年代，这种欺压百姓的行为正是打击的重点。张老黑此时正猫在自家院子里，美滋滋地抽着旱烟，盘算着等李晓东被抓走，他怎么把那几筐山货给吞了。可还没等他笑出声，院门就被猛地踹开了，两名民警推门而入，脸色阴沉的吓人。张老黑吓得烟袋锅子掉在地上，火星子溅了一裤子。张长富，你报假警，还涉嫌拦路抢劫、寻衅滋事。年长的民警猛地一拍石桌，李晓东他们已经把情况说清楚了，全村人都能作证。我今天正式警告你，再敢搞这些黑社会性质的勾当，干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，我们就不是警告这么简单了，直接把你送去劳教。张老黑整个人都瘫在了石凳上，冷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淌。
他本想借警察的手制止李晓东，没成想反而把自己放到了枪口上。是，警察同志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张老黑连连点头，洗清了嫌疑。李晓东第二天一早就带着3人，扛着满满4筐奸货，再次杀向县城供销社。还没走进供销社的大门，上次还一脸势利的收购员王哥，老远就瞧见了李晓东的身影。他像变了个人似的，竟然一路小跑着迎出了大门。哟，李老弟，铁蛋兄弟，你们可算来了！王哥笑得满脸褶子，主动去接李晓东背上的筐。二柱和狗剩对视一眼，惊得下巴都快掉了。上次铁蛋回去说这王哥多横多横，怎么今天瞧着跟个哈巴狗似的？王哥，这破烂我们又扛过来了，您还收吗？收，哪能不收啊？王哥尴尬的嘿嘿干笑2声，压低声音恭敬的说道：“李老弟，上次是我有眼无珠。李主任可是一大早就交代了，说要是瞧见你们过来，得赶紧把人请到楼上去，他正等着跟你们谈大买卖呢。”供销社的大厅里，原本喧闹的人群在看到4筐顶级山货时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王哥这回是一点架子都不敢端了，他手脚麻利的搬来大磅秤，嘴里像抹了蜜似的不停啧啧赞叹：“哎呦，李老弟，你这木耳是怎么摘的？个顶个的黑亮，连半点杂草泥沙都不带，还有这松茸，这香味儿，隔着3里地都能闻见。”算盘珠子在柜台上响成一片，王哥那双原本势利的眼珠子，此刻盯着秤杆子转个不停。黑木耳68斤2两，特级松茸12斤，极品灵芝2朵。当王哥最后在记账本上重重划下一道横线，抬起头时声音都带了点颤抖：“李老弟，算好了，总共是416块5毛3。”400多。二柱脚下一个踉跄，差点撞在旁边的布匹柜台上。他瞪大了眼睛，使劲掏了掏耳朵，怀疑自己听错了。狗剩更是惊得合不拢嘴，他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钱码在一起，紧张的直咽唾沫。铁蛋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此时也激动的直拍大腿，嘿嘿傻笑着凑到李晓东身边：“小东，咱这回真是捅了财神爷的窝了。”李晓东看着那一叠厚厚的大团结被点金递过来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还没等李晓东把钱收好，楼梯上就传来了沉稳的脚步声：“小东同志呀，快上来坐坐吧。”李卫国主任站在2楼缓台上，正微笑着朝他招手。李晓东跟着进了主任办公室。李卫国没有废话，直接把手里的纸夹子摊开在桌面上：“小东，你的货品质在全县都是拔尖的，但我想要的不只是这一回2回。咱们县供销社现在缺一个能撑起外贸出口任务的定心丸。”李卫国指着那张印着红头的协议书：“这是一份长期的供货协议。只要你能保证这种品质，供销社永远按市场最高价收购，绝不压1分钱，绝不拖1天账。另外，社里还可以给你们提供进山用的防水袋、专业的烘干工具，甚至是运输上的支持。”李晓东看着协议上那一排排清晰的字迹，心脏不可抑制的狂跳了几下。这就是85年打开财富之门的钥匙。有了供销社这个巨头撑腰，他那些关于未来的宏大蓝图才算真正有了根基。他接过李卫国递过来的钢笔，指尖因为兴奋而微微有些发抖。李主任，能得到您的信任是我的荣幸。李晓东稳了稳神，正准备签下自己的名字。等等，小东，协议里还有一个附加条件，我得先跟你通个气。李晓东动作一顿，抬起头，直视着这位精明主任的眼睛：“您请讲。”李卫国见李晓东神色紧绷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小东同志，别紧张，我这附加条件对你来说只有好事，没有坏事。我的条件是，如果你每月的供货量能达到咱们社里的定额标准，除了正常的货款，供销社还会额外给你发一笔超额贡献奖金。而且，如果你能一直维持这种顶级品质，我有不少老战友在省城和市里的国营商店当经理，到时候我可以亲自出面，帮你对接更大的销路。”李晓东原本以为靠着供销社这棵大树把高利贷还清，让家里吃上细粮就已经是开门红了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李卫国竟然给了他一个通往更大市场的入场券。这哪里是附加条件，这简直是把一座金山直接搬到了他面前。李主任，您这不仅是收获，这是在拉拔我李晓东啊！李晓东没有半分犹豫，接过钢笔，在那份印着红头的协议书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那一刻，2只厚实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。李晓东知道，从这一秒起，他在这1985年的事业算是彻底扎下了深根。李晓东揣着沉甸甸的协议和那叠厚实的大团结走出办公室，守在楼梯口的铁蛋3人立刻火烧屁股似的围了上来。“小东，咋样？李主任没为难你吧？”铁蛋急得直挠头。李晓东也不废话，直接亮出了手里那份盖着红章的协议，嘴角一勾：“成了，以后咱采多少，供销社就收多少，按最高价结账。”好爷！二柱和狗剩激动的在大厅里就蹦了起来，引得周围的营业员纷纷侧目。李晓东带着3人来到供销社后院的阴凉处，当众打开了那个装钱的信封，他一张张点出崭新的大团结，那是他们用命和汗水从深山里换回来的。铁蛋，这一趟你开路最辛苦，还要教大家伙认货，这是你的工钱，75块。二柱、狗剩，你俩虽然是第一次，但肯出力，不偷懒，一人70块。当那叠厚厚的票子塞进二柱和狗剩手里时，这2个平日里在田间地头流血流汗都不喊疼的汉子，手竟然剧烈的抖了起来。70块钱啊！在1985年，
这抵得上普通工人2个月的工资，抵得上他们在地里刨食大半年的收入。喂，小东哥，这太多了，俺们受不起啊！二柱眼眶都红了。收着，跟着我干，只要新奇，以后这只能算是零头。李晓东拍了拍两人的肩膀，语气里透着股不容置疑的霸气。4人扛着空筐，一路上欢声笑语，商量着回去要买多少肉，添多少年货，甚至开始憧憬着把家里的土房翻新成砖房。然而当他们快走到福安屯村口时，欢快的氛围却在李晓东心里惊起了一阵寒意。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后，一双阴鸷的眼睛正死死盯着李晓东的身影。张老黑缩在阴影里，手里攥着一根烧了一半的卷烟。他听到了二柱和狗剩兴奋的喊声，也看到了他们怀里揣的鼓囊囊的钱袋子。他原本指望着李晓东被民警抓走，或者在县城碰壁回来求他，可现在李晓东不仅没倒，反而名利双收，甚至连原本听他话的二柱、狗剩都成了李晓东的死忠。李晓东，你抢老子的财路，还让老子在全村面前丢了脸。张老黑对着地狠狠啐了一口，眼神里满是狠厉的毒光。山里的买卖你能干，老子也能干。既然你非要挡老子的路，那就别怪老子心狠手辣，断了你的根。李晓东刚进家门，就看到母亲正守着那一盏昏黄的煤油灯，神色有些忧虑地望着窗外。李晓东也不废话，直接从怀里掏出厚厚的一沓大团锦，整整齐齐地码在了桌上。妈，叔叔，这是200块，张老黑那边的债，咱今天就得把它彻底了结了。孙桂香看着那绿油油的票子，手一抖，针线筐差点掉在地上。她颤抖着摸了摸那叠钞票，眼眶瞬间红成了一片。这钱真是还上了。总觉得这辈子都要给张家当牛做马了，苦日子这回是真的熬到头了。李晓东看着母亲鬓角的白发，心里一阵发酸，用力握住她的手。妈，您放心，以后只有咱挣别人的钱，没别人拿捏咱的份。第二天一早，晨霜还没化尽，李晓东揣着那200块钱，稳步踏进了张老黑家的院子。张老黑正蹲在石阶上剔牙，瞧见李晓东进来，嘴角一撇，阴阳怪气的开了枪。哟，李大能人，这离半个月的期限还有10来天呢，是不是在城里闯了祸，想回来求我帮你平事啊？要是钱凑不齐，你那破屋子我可就……啪！李晓东没等他废话，直接将那20张大团结重重的拍在了石桌上。张老黑，看清楚了，200块，一分不少。李晓东冷冷的盯着他。张老黑的笑声戛然而止。他本以为李晓东就算能赚钱，也得拖到最后一天才肯登门，没成想这小子竟然提前半个月就把这笔巨款给甩了出来。他有些不甘心的数了3遍钱，磨蹭着从兜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欠条。李晓东接过欠条，确认无误后，当着张老黑的面，两手猛地一使劲，那张见证了李家屈辱的欠条瞬间被撕成了粉碎。李晓东随手一扬，纸屑像雪花一样落在了泥地里。从此以后，咱两家两清了。李晓东声音不大，却透着千钧之力。以后要是再让我瞧见你拿欠债的事去吓唬我妈，张老黑，这石桌就是你的下场。话音刚落，李晓东猛地一拳砸在石桌边缘，虽没砸碎，那股子狠劲却让张老黑下意识缩了缩脖子。李晓东头也不回地离开了，留下张老黑一个人在院里发愣。看着地上的碎纸片，张老黑气得浑身发抖，后槽牙咬得咯吱响。他在这福安屯横行霸道惯了，什么时候吃过这种？眼看着那个曾经被他踩在脚底下的窝囊废一天天飞黄腾达，不仅在村里威望大涨，还签了供销社的长期合同，他心里的嫉妒就像毒蛇一样疯狂啃噬着理智。妈，债清了！李晓东跨进家门，声音亮堂。孙桂香正坐在小马扎上摘菜，闻言手里的烂菜叶子掉了一地。你说啥？好，小东，咱家以后再也不用看人脸色了。妈这心里总算是敞亮了。李晓东没打算在家里守着那点卖山货的钱坐吃山空，他心里清楚，1985年的机会转瞬即逝。木耳和松茸虽然金贵，但受季节和产量的限制太大。铁蛋，跟我去趟隔壁的红旗乡。李晓东喊上正蹲在自家院里刷背篓的铁蛋，那边山多地广，果园连成片，咱去转转，看看能不能淘换点新鲜路子。两人翻过一道山梁，刚进红旗乡的红星果园，就被眼前的景象震住。漫山遍野的苹果树，红彤彤的果实压弯了枝头，像一个个挂在绿叶间的红灯笼。可奇怪的是，果园里死气沉沉，10几位老果农正蹲在老树根底下，手里攥着旱烟杆，一下接一下的吧嗒着，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。地上落了一层熟透的苹果，有的已经开始发黑腐烂，散发着一股子发酵的酸味。叔，这果子又大又红，咋还不收呢？铁蛋随手捡起一个，在衣服上蹭了蹭，咬了一口，脆甜多汁。领头的张大叔叹了口气，把烟杆往布鞋底上磕了磕。摘了干啥？往年这时候收果子的贩子早挤破头了，今年倒好，那帮黑心烂肺的倒爷合起伙来压价。说今年全国苹果都丰收，5毛钱1斤都没人要，再这么耗下去，都得烂在山里当肥料了。李晓东看着那一束束累累硕，瞳孔猛地缩了一下。他前世由于常年和各种物资流转打交道，对80年代的市场走向记得非常清楚。此时的红旗乡虽然因为信息闭塞被贩子压价，但在几百公里外的市里，因为运输瘫痪和城市供应缺口，苹果早就涨价了，5毛收，1块卖。李晓东在心里迅速拨弄着算盘，刨去运费、损耗和打通关节的费用，这中间起码有足足2倍的利润。
在这个万元户都能横着走的年代，这笔买卖要是做成了，他不仅能翻新房子，甚至能直接在县城买下一块地皮。李晓东往前跨出一步，站在张大叔面前，语气沉稳的出奇：“张大叔，这苹果我收了。”蹲在地上的果农们纷纷抬起头，像看怪物一样盯着这个穿着詹妮解放鞋的年轻人。这满山的果子，起码有好几万斤，你收得起？我不开玩笑，5毛1斤，有多少收多少，果形完好就行，有轻微磕碰我们也收，别担心卖不出去。而且我这儿不打白条，摘完过秤，当场现金结算。此话一出，原本愁眉苦脸的果农们呼啦一下全围了上来。这小子哪来的？莫不是个骗子吧？这年头哪有这么收果子的？张大叔的手也在抖，他盯着李晓东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。你真有现钱？李晓东从怀里掏出随身带的钢笔和厚厚一叠白纸，在那张有些摇晃的破木桌上平铺开来。他深知在这个口说无凭的年代，白纸黑字才是一颗真正的定心丸。这协议写的清清楚楚，1个月内我包销红星果园10万斤苹果，不管外头行情怎么跌，哪怕天上掉刀子，我也按5毛钱1斤收，1分钱不少。张大叔第一个凑上来，仔细瞅了半天，成。小东这孩子在福安屯的名声我听说了，是个有血性的汉子，我这1万斤交给你了。旁边的李婶也赶忙挤上前来，算我一个，我家那3000多斤眼看就要烂了，只要能给现钱，我李婶信你这一回。有了带头的，原本还在观望的果农们呼啦一下全围了上来，争先恐后的要在协议上按手。眼看签约就要大功告成，果园入口处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，紧接着是几声不怀好意的冷笑。哟，这儿挺热闹啊！李晓东，你这手伸得够长啊，都伸到红旗箱来打肿脸充胖子了。众人回头一看，只见张老黑披着那件松松垮垮的黑夹克，身后跟着2个流里流气的跟班，大摇大摆的走过来。他手里掂着一根没点火的烟，眼神阴鸷的在李晓东和那叠协议上扫来扫去。乡亲们，别听这小子瞎忽悠！这个福安屯出来的穷小子，兜里统共就那么几个响子，还包销10万斤，他那是拿你们当猴耍呢。我张老黑今天也来收果子，我出6毛，比这姓李的多出1毛。只要你们把协议撕了，把果子卖给我，现钱我有的是。这话一出，原本挤在木桌前的果农们动作齐刷刷的僵住了。1毛钱的差价，在1985年，10万斤那就是1万块的巨款。原本正准备按手印的王二，手悬在半空，眼珠子滴溜溜一转，硬生生的缩了回来。他看着李晓东，尴尬的咳嗽了一声。小东啊，你看这老张家出价高，咱种地的也不容易，要不这协议我先不签了。对，我也得再合计合计。赵三爷赶忙把手里的纸推了回去，一脸讨好的看向张老黑。老张，你真能出到6毛？张老黑拍着胸脯，得意的朝李晓东斜了一眼，挑衅意味十足。原本热火朝天的签约现场瞬间冷了下来，果农3、5成群的聚在一起，窃窃私语，看向李晓东的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和犹豫。李晓东握着钢笔的手紧了紧，看着张老黑那副志在必得的嘴脸，心里冷笑：6毛，这张老黑连5毛都嫌贵，这会儿出6毛，显然是存心要断了他的活路。局面瞬间陷入了僵持。6毛，我收6毛1斤。乡亲们，听见没？现钱交易，谁还跟着没毛的小子签那劳什子协议，那就是张废纸。原本围在李晓东身边的果农们，脚尖都忍不住往张老黑那边转了。李晓东看着上蹿下跳的张老黑，嘴角不仅没撇下去，反而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容。他慢条斯理的从怀里掏出一叠整齐的单据，还有那份供销社协议，往木桌上一拍。乡亲们，大家先别急着撤手，张老黑出6毛，大家觉得是占了。但我问大家一句，他张老黑在福安屯这么多年，干过1回亏本买卖吗？果农们愣住了。我给5毛，是因为我身后站着县供销社。李晓东指着协议，我签的是长期协议，不管以后是苹果、梨还是山货，只要是红旗箱的好东西，我李晓东都有销路，都能带着大家伙一起挣钱。张老黑呢？他今天抬价是为了断我的路，等我走了，他明天就能把价格压到3毛，到时候苹果烂在树上，你们去哪儿找他？这是我前2天在供销社结账的底单，100多块钱的货款，现结现清。张老黑，你那6毛钱，敢现在就从兜掏出1万块钱拍在这儿吗？张老黑的脸瞬间成了猪肝色，他那点家底，真要一口气吞下10万斤苹果，哪来的现金流？他本就是想空手套白狼，先把李晓东挤走再说。张大叔原本还在犹豫，此刻看到那红艳艳的公章和李晓东坦荡的眼神，心里那杆秤小东这孩子采山货的名声，咱隔壁村都听说了，那是实打实凭本事吃。你那6毛钱怕是镜花月影，俺还是信小东的5毛现钱。对，俺也信小东。做买卖图的是长久，俺可不想今天挣1毛，明天赔1筐。张老黑看着果农们呼啦一下全回到了李晓东身边，气得眼珠子都要瞪。行，姓李的，你有种，咱们走着瞧。张老黑撂下一句狠话，带着2个跟班，骂骂咧咧地钻进了吉普车，一溜烟跑了。当天下午，果园里热闹非凡，李晓东也不含糊，直接让铁蛋回村取了准备好的现金，称重、装箱、
点钱，动作一气呵成，整整2万斤红灿灿的苹果被装上了临时租来的大卡车。果农们捧着厚厚的一沓钞票，个个乐得合不拢嘴。李晓东没敢耽搁，连忙押着车回了县城。他本想找李卫国主任商量怎么把这批果子分散到各个门市部，可刚进李卫国的办公室，对方就兴奋地递过来一份省里的电报。小东，你小子真是踩着财神爷的脚后跟了。省里刚接了个外贸大单，专门点名要咱们这边的红元帅，价格在这个。我刚接到市里国营大商店的加急电话，说是由于前期雨水多，南方的果子运不过来，市里的苹果缺口大得惊人。现在零售价已经冲到了2块钱一斤，而且还供不应求。市里那边说了，只要咱们能保证苹果的质量，他们愿意跳过中间环节，直接按1块8一斤的批发价跟咱们结算，有多少要多少。李晓东站在原地，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，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起来。他原本以为苹果运到县里卖个8毛1块，赚个差价已经是非常客观的买卖了，可他万万没料到，市里的行情竟然疯到了这种地步。他在心里飞快地拨弄着算盘，5毛钱收，1块8批发，这意味着1斤苹果就有1块3的纯利润。比起之前卖山货，虽然单价高，但量小且采摘艰辛，而这苹果一车就是几千上万斤，这中间滚动的利润完全超出了他最初的预期。这已经不是小打小闹的生意了，这是足以让他直接实现阶层跨越的金色风口。李晓东攥紧了拳头，1块8，这家深深陷进肉里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然而就在李晓东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时，李卫国原本激动的神情突然垮下，长叹了一口气，从兜里掏出一根烟点上。小东，钱是好挣，可这路难走啊！从咱们县到市里，几十公里的土路，中间还隔着2道梁。现在的运输条件你清楚，要是用牛车或者板车拉，走走停停，一来一回起码要2天2夜。这红元帅皮薄肉脆，最怕磕碰，这一路颠簸下去，再加上现在的气温，等运到市里，那一筐筐的苹果非得烂掉一半不可。要是保鲜和运输解决不了，你这车还没进城就得变成臭水沟里的烂泥。这买卖弄不好就是血本无归呀！李晓东听着，原本滚烫的心瞬间凉了半截。在没有冷链运输、没有高速公路的1985年，这几十公里的路程简直就是一道生死关。李晓东盯着李卫国桌上那份泛黄的地图，沉思了片刻。他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，声音沉稳：“李主任，这难题我有法子破。”李卫国猛地抬起头，眼神里半是怀疑半是希冀。你说怎么个破法？第一，运输工具得换，拖拉机劲儿大，跑得快，只要路况稍微平整点，半天就能杀到市里，时间缩短了，腐烂的风险就降了一半。拖拉机是快，可那铁疙瘩颠起来，苹果不都得碎成泥？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，保鲜和防震。李晓东顺手拿起桌上的钢笔，在纸上飞快地画了个简易。车厢底部要铺上2层厚厚的干稻草，苹果不能散装，必须装进竹筐里，而且每一个苹果都要套上咱们社里那种防潮纸套。筐子叠放的时候，中间也得塞满稻草，哪怕路再颠，苹果之间也撞不到一块。李卫国看着纸上的示意图，眼里闪过一丝惊艳。他干了这么多年供销，还从没见过谁把防护细节想得这么细致，连纸套这种在省城都还没大范围推广的法子都给使出来了。还有最后一点，出发时间必须定在凌晨2点。那时候山里凉快，露水重，苹果带着冷气上路，能避开中午那毒辣的太阳。只要在上午10点前赶到市里交货，这批苹果保准跟刚下树时一样脆。李卫国盯着李晓东，像是第一天认识他，这哪像是个刚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毛头小子。这一环扣一环的方案，简直比县里最老练的采购员还要周全。原本压在心头的这块大石头，竟然被这几句话给生生搬开了。李卫国原本紧绷的脸瞬间乐开了花。好你个李小，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这方案要是能成，别说市里那单子，以后咱全县的果子都有救了。李卫国当场拍板，声音震得窗户纸都嗡嗡响。供销社出拖拉机、干稻草和纸套，我这儿也全力配合。小东，你尽管放手去干，缺什么只管开口。李晓东松了一口气，刚准备和李卫国出门去后院看看那台拖拉机，可就在这时，供销社的干事小张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，满头大汗地喊道：“李主任，不好了！咱们社里唯一那个开拖拉机的老王，今儿一早捎信过来说家里修房子塌了墙，把腿给砸了。这一请假少说的半个月，现在那台拖拉机没人会开啊！”屋里原本火热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李卫国愣在原地，脸色唰的一下变了。在1985年，拖拉机可是个稀罕物件，全社就老王一个人拿得出驾驶证，懂那铁疙瘩的脾性。没有驾驶员，后院那台威风凛凛的东方红，现在就跟一堆废铁没两样。拖拉机旁，众人面面相觑，就像守着一尊搬不动的金斧。李晓东看着李卫国那副快要急火攻心的模样，脑子里却像电影胶片一样飞速闪回。前世的他虽然走过不少弯路，但曾偶然在长途车站外拦住了一个抢钱的小偷，帮人追回了一只装满大半个身家的钱袋子。那钱袋子的主人正是镇上远近闻名的拖拉机手周。李主任，您先别忙着上火。李晓东拍了拍手上的灰，
眼神里透着笃定。驾驶员的事儿，我兴许能找到替补。小东，这可不是开玩笑，那铁疙瘩脾气大得很，没几年驾龄的可摆弄不动。李晓东没多解释，招呼了一声还在发愣的二柱。二柱，别歇着了，跟我去趟镇上。两人紧赶慢赶，终于在镇子东头的一个独门小院前停了下来。院子里停着一辆擦得锃亮的东方红拖拉机，发动机盖子掀开着，一个精瘦的男人正满手油污的在里面吐。老周叔，李晓东站在门口喊了一声，老周直起腰，拿了块黑得发亮的抹布擦了擦手，抬眼一瞧，当他看清是李晓东时，原本木讷的脸上瞬间绽放出一层层褶子。小东，真是你呀！老周紧走几步，大手重重地拍在李晓东肩膀上。当年要是没你帮我追回那袋卖粮款，我这房这车怕是全得砸在那些贼骨头手。这份情，老周我这辈子都刻在心里呢。啥？李晓东那小子还干过这事儿？周叔，今天我登门是有求于您。县供销社那台车趴了窝，我这儿有批几万斤的红元帅，急着送市里。我想租您的车，请您亲自跑一趟，您看成吗？租什么租？只要是你小东的事儿，我老周就算不睡觉也得给你办踏实了。别说租，就算你不给钱，老周我也得帮你跑这一趟。正好我这车刚保养完，利索的很，绝对耽误不了你的大事儿。老周说干就干，当场就钻到车底，又检查了一遍传动。老周从车底钻出来，满脸油汗的一笑。小东，你先回去稳住阵脚。明天凌晨2点，我准时开着这铁疙瘩进供销社大院。只要路不塌，天亮前我一准把你这批果子送到市里国营商店的大门口。李晓东长舒了一口气，悬在心口那块最大的石头总算是落了地。月亮悄悄爬上了树梢，福安屯的小路上静得怕人。李晓东和二柱以为万事大吉，正商量着怎么分工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在村后头那个破草屋里，几个人影正凑在一起，借着微弱的月光比划着什么。老大，那小子请到了镇上的老周。虎子趴在窗根底下，压低声音对张老黑说道：“老周那拖拉机稳得很，要是让他跑堂了，李晓东这回怕是真要翻身当万元户。”翻身？我让他翻车还差不多。张老黑指了指地图上的2个红叉，冷笑道：“他去市里不是走马家集就是过野人沟，这2条路我都在关键地方给他们留了大。虎子，你去马家集挖坑深点，上面铺上虚土。豹子，你去野人沟那边弯道多，给我弄点刺头埋在泥里。我倒要看看他那铁疙瘩是能飞过去，还是能跳过去。”凌晨的供销社大院灯火通明，昏黄的光晕里全是忙碌跳动的身影。铁蛋正领着二柱和狗剩给那红彤彤的红元帅穿衣裳，每个苹果都先仔细套上一层洁白的纸套，再小心翼翼地放进厚实的竹筐里。慢着点儿！铁蛋抹了一把汗，这都是金疙瘩，嗓门在静谧的夜里显得格外响亮。筐底下得垫足3寸厚的稻草，筐跟筐之间也得塞实诚，不能让果子互相撞着。二柱和狗剩学得有模有样，看着这一车厢被护得严严实实的保，心里全是踏实劲儿。不多时，老周开着那台擦得发亮的东方红拖拉机稳稳地进了院子，他利索地跳下车，手里还拎着把扳手，围着车转了2圈，又是踢轮胎又是紧螺丝，每一个关节都检修到了位。小东，车况顶呱呱，只要装好了，咱随时能开拔。李晓东站在院子中央，看着这热火朝天的场面，心里那股子干劲也上来了。他亲自爬上车厢，最后检查了一遍帆布的封口，确保哪怕半路遇上雨，果子也淋不着。所有人都沉浸在即将发财的喜悦里，以为这次往市里运货万无一失，可谁也没注意到，就在大院外不远的阴影里，3双阴鸷的眼睛正死死盯着门缝里的亮光。张老黑狠狠地吐掉了嘴里的草根，眼里闪过一抹狠毒的光。走，动手去！趁着夜色遮掩，张老黑带着虎子和豹子偷偷溜到了出县城的必经之路上。他们先是在国道中央横七竖八地堆了半人高的烂木头和大石头，做成了不易察觉的路障。老大，万一他从东边那条放羊的小路绕呢？虎子一边搬石头一边问。我早想到了。张老黑冷笑一声，从兜里掏出一大袋子磨得飞快的铁钉子。豹子，你去东边小路，把这些全给我撒在土里，只要那铁疙瘩的轮胎一压上去，保管让他当场趴窝。到时候苹果运不走，全烂在路边，老子看他拿什么赔给供销社。借着微弱的月光，张老黑那阴冷的笑声在荒野里回荡，仿佛已经看到了李晓东血本无归、跪地求饶的模样。凌晨2点，李晓东看着全副武装的兄弟们，沉声道：“上车，准备出发。”老周跨上这个手刃，猛地摇响了手锣，轰隆一声，拖拉机喷出一股浓黑的烟雾，带着全村人的希望，缓缓驶出了供销社大门。铁蛋、二柱和狗剩蹲在车厢里的草堆上，虽然被颠得左右摇晃，但眼里全是对市里大世界的向往。可就在拖拉机刚刚开出县城，即将驶上国道主路的时候，一直盯着前方的李晓东突然站起身：“周叔，停下，别走国道！”老周猛地一脚刹车，拖拉机发出刺耳的摩擦声，停在了岔路口。咋了，小东？国道宽敞好走，咱不走这儿走哪儿？李晓东跳下车，眯着眼看向黑黢黢的前方，又指了指东边那条崎岖不平、满是杂草的小路。掉头，咱走东边那条小路。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小东，那小路窄不说，坑还多，这满车的苹果。李晓东没多解释，只是眼神深沉的可怕。铁蛋在车斗的稻草堆里探出脑袋：“小东，好端端的官道不走，钻这耗子洞干啥？那大路平坦，半个时辰就能跑出县界。”李晓东在驾驶位旁边神色冷峻地敲了敲车挡板，
张老黑那条毒蛇吃了这么大的亏，绝对不会眼睁着看咱把这车金果子运走。国道是必经之路，他闭着眼都能猜到。虽然咱避开了他的正面挑衅，但保不齐他在前头挖了什么绝户坑等着咱。小东说的对，稳当第一。这条小路我以前拉梁走过，虽然窄点绕点，但路基实。只要过了这片林子，照样能接上省道。老周猛地一拨方向盘，那台东方红一头扎进了杂草丛生的东边小路。李小东明明已经算准张老黑的性子，提前避开了国道上的乱木和乱石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张老黑这次是铁了心要拉他下水，竟然连这鸟不拉屎的小路也过不去。拖拉机在颠簸的小路上开了不到1亩地，砰！一声巨响在寂静的林子里炸开，紧接着整个车身猛地朝右后方一歪，老周2只胳膊青筋暴起，死死抠住方向盘，还没让这满载万斤苹果的铁疙瘩翻进旁边的深沟里。坏了！老周脸色惨白，猛地踩下刹车，几个人慌忙跳下车。李小东抢过手电筒往后轮一照，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。只见那厚实的橡胶轮胎上密密麻麻扎满了张老黑特制的4件铁钉，每一根都磨得锃亮，深深地陷进了胎肉里。张老黑，我操你8辈祖宗！铁蛋气得两眼通红，抡起拳头狠狠砸在车斗上。这摆明了是要绝了咱的活路，我现在就回村，非撕了那老王八蛋不可。二柱和狗剩也蹲在路边，看着那瘪下去的轮胎，急得直抓头发。小东，这事儿麻烦大了。我这趟出来虽然带了泵和扳手，但没带活补的工具和撬棍。这内胎扎成了筛子，没专业的补胎机根本动不了。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咱去哪儿找修车的？凌晨3点，按照之前的计划，10点钟前必须赶到市里交货。我这就回去卸了他的腿。站住！李小东猛地跨出一步，铁塔般的手死死按住铁蛋的肩膀。回去找他，那2万斤苹果能自己长腿跑进市里吗？现在最要紧的是这车祸，不是那个烂人。李小东深吸一口气，月光下的脸庞冷静的有些可怕。他环视一圈，这种前世在大风大浪里练就的镇定，瞬间稳住了几个乱了方寸的年轻人。铁蛋，你脚程快，顺着这小路往前跑2里地，就是李家庄村口那家修自行车的王师傅手艺好，你就算背也得把他背过来，越快越好。二柱，狗剩，别在那儿发愣，跟我一起把拖拉机往前面那块平坦的硬土地上推。是斜坡，万一千斤顶支不稳溜了车，这筐果子全得交代了。周叔，你赶紧把剩下的3个轮胎全摸一遍，看看还有没有暗钉，咱们不能在同一个坑里栽2回。李小东这一连串的指令像连珠炮一样使出来，分工明确，每一个细节都掐指一要好。原本慌成一团的众人像是找到了主心骨，立刻猫下腰各司其职。就在众人以为这趟买卖要彻底交代在这儿的时候，奇迹发生了。不到半个时辰，黑暗中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。铁蛋背着个满头大汗的老头，怀里还死死抱着个沉甸甸的工具箱，深一脚浅一脚的跑了回来。师傅接来了！铁蛋嗓子都喊哑了。那姓王的补胎师傅放下箱子，借着手电筒的光，对着轮胎一阵检查。他用撬棍拨弄了几下那些狰狞的铁钉，原本紧绷的老脸竟然松快了不少。嘿，算你们运气好。师傅抹了一把汗。这些钉子虽然多，但张老黑这帮怂包没经验，钉子撒得太密，互相卡住了劲儿。好在你们发现的早，没硬开，内胎的核心气门位置没破。补起来快得很，半个时辰，保管让你们重新上路。二柱和狗剩对视一眼，眼里全是死里逃生的喜悦。他们本以为这下得在这儿耗到天亮，没想到李小东这一番调度，竟然硬生生从阎王手里把时间抢回来。半个时辰后，伴随着砰的一声复位响，那只干瘪的轮胎重新变得硬实。老周抹了把脸上的油污，重新跨上驾驶位，猛地一摇，轰隆隆，拖拉机那熟悉而粗犷的轰鸣声再次震彻山谷，惊起了一林子的飞鸟。上车！李小东眼睑一盖，拖拉机喷出一股浓黑的烟雾，载着漫山的红果和4颗狂跳的心，再次朝着市里的方向疾驰而去。李小东靠在颠簸的车厢边，手指无意识地抚摸着那道被钉子扎出的划痕，眼神冰冷刺骨。他心里清楚，张老黑这笔账已经记在了骨子里，迟早要让他加倍吐出来。上午9点多，市里最大的农贸市场门口人声鼎沸，推板车的、打油的、换布头的挤成了一坨。老周把拖拉机稳稳地停在了便道边上，熄火后，整个世界似乎都安静了下来。快看果子！铁蛋顾不上擦脸上的土，第一个跳上车厢，和二柱合力掀开了那层厚重的青色大帆布。李小东也跟着跨了上去，拨开厚厚的干稻草，一层层洁白的纸套严严实实地护着红彤彤的红元帅。李小东随手拆开几个纸套仔细打量，又翻了翻筐底下的果子，一颗颗红润饱满，表皮光滑的能照出人影。几10公里颠簸的山路，加上张老黑那个扎胎的损招，都没能损毁这些果子。那厚稻草加纸套的防护法子，竟然连半个磕碰的烂果都没瞧见。小东，你这法子真神了，咱这一路没白折腾。老周蹲在车斗边，看着这些像刚下树一样鲜灵的宝贝，
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。李晓东原本打算这一车货得在这儿耗上一整天，毕竟这个点大伙该买的菜都买的差不多了。可他低估了1985年市里老百姓对顶级果子的渴望。他在车尾支开个小摊，顺手摸出几个果形不太完美的，用小刀切成了亮晶晶的果块。新鲜的红心、红元帅、红旗香直供，不甜不要钱，先尝后买嘞。沁人心脾的果香顺着凉爽的晨风飘出老远，一个挎着竹篮子路过的大妈被香味勾住了脚，半信半疑的捏起一块塞进嘴里。大妈眼睛一亮，这果子肉厚水多，当场就掏出兜里的手绢，还真脆，摸出几张毛票。小伙子，给我称5斤，家里孙子正馋这一口呢。还没等李晓东称完，大妈就站在路中央扯着嗓子喊开了：快来瞧瞧，这边的苹果是从乡下刚运来的，成色好的不得了，比供销社那干瘪果子强100倍。这一嗓子捅了马蜂窝了。不到一会儿功夫，拖拉机后面就围了3层外3层。给我来10斤，我要那一筐，别抢我的。小伙子，剩下的我全包了，成不？李晓东手里的秤杆子都快抡出火星子了。原本以为要卖一天的苹果，在这一双双贪婪又惊喜的目光中，竟然连3个小时都没撑住。中午，铁蛋蹲在车轮后面，把那个装钱的布兜子反反复复数了3遍，每一张毛票都被他捋得平平整整。最后他猛地抬起头，眼里放着野兽般的金光。小东，算出来了，除去给果农的本钱和邮费，咱这一上午净赚了750块。750块，真挣着了啊！二柱和狗剩当场就欢呼着抱在了一起。这在1985年是一个足以让普通工人全家不吃不喝干上1年的天文数字。李晓东接过钱袋子，面色依旧沉稳。他知道接下来的国营商店大单才是真正的重头戏。走，收拾好摊位，咱去国营商店找那边的负责人对接长期供货协议。李晓东拍了拍铁蛋的肩膀，可就在几人刚把空筐摞好，准备发动拖拉机时，3个铁塔般的壮汉突然从农贸市场的暗巷里钻了出来，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为首的一个男人穿着件黑色背心，脸上横着一道狰狞的刀疤，手里把玩着一把锃亮的折刀。他死死盯着李晓东手里那个鼓囊囊的钱袋，嘴角浮起一抹凶狠的冷笑。哥们儿，在这片地头卖货，连个响儿都没跟咱哥几个打，是不是太不把咱们市场管理处放眼里了？刀疤脸那双浑浊的眼珠子像是粘在了李晓东怀里的钱袋上。哥们儿，我看你这面生，规矩怕是还不懂。这地界儿归咱兄弟管，在这儿卖货得交平安费。看你头一回，给你打个折，1半的利吐出来。往后这市里你横着走，要是不交……他冷笑一声，折刀啪的合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这市里的大门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进。连这拖拉机怕是都得少几个零件。铁蛋一听，眼珠子当场就红了，浑身肌肉紧绷，像头下山的野猪。你说啥？1半？那是俺们拿命换回来的汗水钱，你做梦呢！铁蛋做事就要冲上去，李晓东眉头一皱，一把死死按住了铁蛋的肩膀，那力道把暴怒的铁蛋给压了回去。刀疤脸看着李晓东的动作，还得意的以为这带头的小子怂了，正准备伸手去接钱袋，却对上了李晓东那双平静的如古井般的眼睛。1半的利润，这位大哥胃口未免太大了点。李晓东不紧不慢地把钱袋塞进怀里，动作从容的让周围的打手都愣了一下。我进场的时候，已经给市场管理处交了5块钱的摊位费。那票据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这摊位受国家保护。至于你说的这平安费，那是法外之地的事儿。我李晓东凭力气吃饭，不求什么歪门邪道的平安。这钱我1分都不会给你。刀疤脸的脸僵住了，他在这农贸市场混了这么久，平时那些乡下来的果农见了他，哪个不是吓得缩脖子递烟？他本以为李晓东就是个有点运气的毛头小子，稍微吓唬2句就能白捡300来块。可他没想到李晓东不仅没怕，反而拿管理处的规矩来堵他的嘴。这种淡定和骨子里的那股狠劲，根本不像个没见过世面的泥腿子。妈的，给脸不要脸！刀疤脸被彻底激怒了，给我打！把这俩不知好歹的玩意儿废了，钱直接抢过来！2个小弟狞笑着，撸起袖子就朝李晓东扑了过来。铁蛋怒吼一声，顺手抄起旁边一个装苹果的空竹筐，挡在胸前就要迎上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小东，闪开！巷子口突然传来一声震天响的怒喝，老周那精瘦却矫健的身影出现在视线，他手里死死攥着一根手柄粗的结实木棍，跑得虎虎生风。更让刀疤脸意想不到的是，老周身后竟然还跟着好几个市场摊贩。干什么呢？光天化日之下抢钱啊！小东兄弟，这果子正派，人也厚道，你们这帮寄生虫想干啥？想动老周兄弟的朋友，先问问咱们手里的秤杆子。这几位都是刚才在旁边瞧见李晓东做生意公道，
还买过他苹果的摊主。这年头做生意的都恨透了这帮收保护费的流氓。此刻见有人带头反抗，平日里积压的火气全冒了出来。刀疤脸看着黑压压围过来的人群，再瞅瞅老周手里那根明晃晃的木棍，原本嚣张的气焰瞬间矮了半截。刀疤脸看着老周带着几个拎着秤杆、扁担的摊贩围过来，眼角抽搐了一下，手里的折刀却没收回去，依旧梗着脖子叫嚣：什么？想造反呐？老子帮管理处收钱，你们少在这儿多管闲事儿，小心连你们的摊子一起掀了。围过来的摊贩们脚步稍稍迟疑，显然刘刀疤在这片市场横行已久，余威尚在。李小东见状，不仅没有躲在老周身后，反而往前跨了一步。乡亲们，大哥大姐们，大家都是凭力气挣钱养家的，谁的钱不是汗珠子摔八瓣换来的？他刘刀疤口口声声说是帮管理处收钱，可你们手里的收据上哪一笔写了这平安费？他就是看准了大家伙求稳，怕事，才敢这么长年累月的趴在大家身上吸血。今天他敢跟我要1半的利，明天就能长到你们头上。只要咱们现在联合起来，一块儿去市场管理处、去派出所实名举报，他这就是敲诈勒索。大家伙一起作证，他这辈子都别想再回这市场撒野。摊贩们原本只是出于一时的义气和对李小东苹果的好感才围过来，此时听了李小东这番条理清晰的话，心里的积怨瞬间被点燃了。小东兄弟说的对，我上个月就被他勒索了10块钱，那是给娃买鞋的钱。卖菜的李大哥第一个吼了出来：算我一个，我也去作证，看他刘刀疤的皮有多厚。走，去派出所。刘刀疤这下彻底慌了神，他那张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惊恐的表情。行，姓李的，你有种，你给老子等着！说完，他顾不上2个小弟，拨开人群，连滚带爬的钻进了胡同深处。解决了眼前的麻烦，李小东在老周的引路下，直接来到了市中心国营商店的采购部。负责人是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人，姓张，人称张铁面，最是挑剔。可当李小东拿出一个色泽红润如宝石般的红元帅时，张部长的眼睛直了。他拿起苹果，指尖划过光滑的果皮，又凑近闻了闻那股沁人心脾的清香，最后切开一块尝了尝，那清脆的响声让整个办公室都静了1秒。好货，真是难得一见的顶级尖货！张部长当场拍了板，语气里满是惊喜。李同志，你这苹果有多少我们要多少，协议现在就签，全部按1块8一斤的批发价走，现结现清。铁蛋站在后面，听到1块8这个数字时，差点乐得跳起来撞到天花板。李小东接过盖了公章的合同，神色却并没有完全放松。他走出商店大门，回头望了望繁华却也混乱的农贸市场方向，他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刘刀疤这种地头蛇被当众扫了面子，绝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小东想啥呢？咱这下可真要发财了！铁蛋兴奋地嚷嚷：我在想，下次再来市里，那帮人肯定会找更大的靠山来对付咱。咱得在下次进城前，给自己找个更硬的盾牌。拖拉机冒着黑烟，在夕阳的余晖中蹒跚而行，空调的竹筐层层摞起。虽然车身轻快了不少，但车厢里的气氛却并不轻松。铁蛋一屁股坐在厚厚的稻草堆上，大手狠狠地拍在车挡板上，手背青筋暴起。小东，那刀疤脸简直太他妈嚣张了！要不是老周叔带人过来，今天咱指不定得吃多大的亏。下次进城，我高低得从村头铁匠铺打2根趁手的铁签子带上。他要是敢再露头，我非戳他2个窟窿不可。二柱也跟着附和：就是小东哥，咱不能老让这种地痞骑在脖子上拉屎。李小东靠在车厢边，任由晚风吹乱头发，他缓缓摇了摇头：硬刚，那是最下等的法子。铁蛋，你记住，咱是去求财的，不是去拼命的。为了这种地痞把自己送进去蹲大牢，值吗？众人愣住了，都拿眼瞅着李小东，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那咱就这么忍了？铁蛋不甘心地问：忍？我李小东的字典里就没这个字，但这事儿得用巧劲儿。我已经想好了，下次进城前，咱们得做3件事。第一，找名头。我明天就找李卫国主任，让他给咱们开一张供销社优质供应商的证明，这就是咱的护身符。第二，借势，请李主任给市里派出所相熟的战友打个招呼。第三，聚众，联络农贸市场里那些被刀疤脸欺负过的摊贩，只要他敢动手，大家伙一起人证物证俱全的报警。现在这种拦路抢劫、敲诈勒索的典型，够他吃1辈子牢饭的。一番话下来，铁蛋几人听得目瞪口呆。他们本以为李小东是在想怎么打架，没成想他是在想怎么把对方送进监狱。这种降维打击的思维，让这几个山里汉子打心眼里感到深深的佩服。回到县城时，
天已经黑透了。李晓东没急着回村，而是拉着老周直接去了李卫国的宿舍。当李卫国听到苹果卖到了1块8一斤，且签下了长期供货合同后，惊得直接从折叠床上蹦了起来。好啊，小东，你小子真是个帅才！可当李晓东提起刀疤脸勒索的事实，李卫国的脸瞬间阴沉了下来，重重的拍了一下桌子。混账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敢动咱们供销社会的合作伙伴！小东，你放心，我明天一早就给市公安局的老战友打电话。李卫国当场伏案疾书，盖上通红的大印，给李晓东开了一张分量极重的证明信，并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，老周开着拖拉机再次碾过市农贸市场的石子路。这一次，车斗里整整齐齐码放着1000斤红如玛瑙的红元帅。李晓东站在车斗边，拍了拍怀里那封沉甸甸的信，那是李卫国连夜开具的供销社优质供应商证明，上面盖着鲜红的大圆章。在1985年，这玩意儿就是一张最硬的法理护身符。李晓东没急着卸货，而是先带着铁蛋大步流星的走进了市场管理处。张主任，这是县供销社李主任给您的亲笔信，还有我们的经营证明。李晓东双手递上材料，神色不卑不亢。管理处的张主任是个退伍转业的老兵，平生最看不惯地头蛇。他推了推老花镜，仔细核对了那红头文件，又看了一眼李晓东这个精气神十足的小伙子，一拍桌子：胡闹！这帮地痞流氓竟然敢动到咱们国营单位的合作伙伴头上！李同志，你放心，只要在这1亩3分地上，规矩就得听国家的。张主任当即叫来2个身穿制服、个头魁梧的保安。大刘、小王，你们今天不用巡逻了，专门守在李同志的摊位前，我看谁敢伸手。李晓东原本以为有了官方背书，这趟生意能顺风顺水的开张，可他还是低估了刘刀疤这种亡命徒的疯狂。他刚带着保安走出管理处大门，还没来得及走回拖拉机旁，一阵刺耳的口哨声就从隐蔽后面传了出来。哟，李大能人，请到救兵了。刘刀疤歪着脑袋，手里晃荡着一根用报纸裹着的铁管，身后竟然跟着5、6个膀大腰圆的小弟。这阵仗比上次大了1倍，个个眼神阴狠，直接在办公大楼门口围成了一个半圆。李晓东，你以为找个管市场的就能保住你？刘刀疤往地上啐了一口，淫笑着往前跨了一步，铁管在手心拍得啪啪响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你那1000斤苹果也得给老子留下。不仅要留货，你还得跪下给哥几个磕头认错，不然这市里你进得来出不去。刘刀疤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法律？2个保安立刻横眉立目，别动，再靠近就动手了。法律，老子的话就是这市场的法律。刘刀疤的小弟们哄笑着围了上来，一个个撸起袖子，有的从腰后摸出了短棍，双方距离不到2米，火药味浓的一点就着。周围的摊贩和买菜的群众呼啦一下全围了过来，大家伙看着这阵势，又是心惊又是气愤。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这帮流氓太无法无天了，快去叫派出所！就在刀疤脸抡起铁管，准备给李晓东一个下马威的瞬间，李晓东却冷冷地笑了一声，手已经摸向了怀里。李晓东突然一声暴吼：“都别动！”生生让躁动的人群静了1秒。他伸出手拦住了正要往外冲的几个热心摊贩，随即转过头，目光如冷电般死死锁定在刀疤脸身上。刘刀疤，你真以为带这几个烂番薯、臭鸟蛋就能在这儿横着走？李晓东冷笑一声，从怀里不慌不忙地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纸，在那刀疤脸面前晃了晃。看清楚了，这是市派出所的备案回执。你昨天勒索保护费的事儿，我已经整理成了书面材料递上去了。不信你往后瞧瞧，那是谁？刀疤脸下意识地回头，却只看到密密麻麻的人群，但他心里的虚火已经红得烧了起来。你少在这儿炸我！刀疤脸咬着牙，语气却没刚才那么硬。炸你！我这儿有10几个摊贩按了红手印的联名举报信，内容全是这些年你在这儿强买欺压百姓的烂账。李晓东往前跨了一步，强大的欺压逼得刀疤脸不由自主的退后半步。现在是85年，你这种流氓团伙是重点照顾对象。我刚才进管理处前已经托人打了电话，警察10分钟内就能赶到。你今天只要敢动一下，我担保你这辈子都得在耗子里蹲到死。反转来得太快，刀疤脸原本以为这次人多势众，定能让这乡下小子跪地求饶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李晓东每走一步都留了后手，不仅拿到了供销社的证明，连基层群众的力量和派出所的红头回执都背得稳稳当当。看着周围摊贩那一张张愤怒且充满底气的脸，刀疤脸彻底怂。他知道再待下去，等待他的真就是那副冰冷的手铐。行，李晓东，你有种，咱们山不转水转。刀疤脸虚张声势地撂下一句长妙，走。哦，跑喽！这帮祸害总算踢到铁板了。小东好样的，这市场总算能清静几天了。在一片欢呼声中，李晓东不仅没骄傲，反而立刻招呼铁蛋和二柱开始卸货。有了名气加持，加上这苹果品质确实冠绝全市，1000斤红艳艳的红元帅还没摆稳，就被疯狂的市民抢购一空。夕阳西下，铁蛋坐在空荡荡的车斗里，把怀里的帆布包打开，
里面的大团结厚实的让他手心冒汗。小东发了，整整1000斤，全卖光了，扣除本钱和老周叔的油钱，咱这一趟净赚了1500块。在这个万元户就是顶天人物的1985年，一天进账1500。二柱和狗剩听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两人捧着刚分到的几10块工钱，乐得跟过年一样。老周摇响了拖拉机，刚准备打道回府，李晓东却突然敲了敲驾驶室的后窗。周叔，先别回，往前面的商店街拐一下。李晓东跳下车头，拍了拍身上的灰。咋了，小东？这天都快黑了。李晓东笑了笑，眼神里透出一抹难得的温柔。终于进趟城，我想给家里的老娘买件像样的羊毛衫。另外，他顿了顿，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扎着马尾、笑容明媚的姑娘，还得给那个经常帮衬咱家的姑娘挑个像样的见面礼。市里的商店街比县城要繁华得多，橱窗里摆着实心的衬衫和亮闪闪的收音机。虽然几个人身上还沾着山里的泥点子，但这兜里揣着的就是他们挺直腰板的底气。走，带你们去开开眼，顺便给家里捎点好东西。李晓东大手一挥，领着铁蛋3个一头扎进了琳琅满目的货摊。李晓东第一个停下的地方是市里口碑最好的布料行，他那双挑过顶级山货的毒辣眼睛在柜台上扫了一圈，最后指着一捆质地紧密、色泽稳重的藏蓝色纯棉布料：“师傅，给扯上一身衣料，要最厚实的那种。”买完布，他又带着几人钻进了点心铺子。刚出炉的桃酥滋滋冒油，枣糕的甜香味顺着风直往鼻子里钻。李晓东眼都不眨地称了3大包。还额外拎了2瓶用红丝线捆着的麦乳精和铁罐装的营养粉。小东哥，你这真是发了大财也不忘本啊！全面村怕是找不出第2个比你更孝顺的后生了。那是，小东这是要把孙大香以前受的苦全补回来。铁蛋在一旁打趣，手里还帮着拎那沉甸甸的枣糕。3人本以为李晓东该打道回府了，没成想他又转头回了那家布料店。这一次，李晓东没看那些耐脏的蓝灰布，而是指着一块底色清爽、印着浅粉色碎花的小碎花，的确亮。这个也扯上一截。接着他又在杂货铺挑了一把润泽的桃木梳子，最后目光停留在柜台里最显眼的一条红丝巾上。那丝巾在灯光下闪着缎子般的光泽，红得像深山里最艳的杜鹃花。哟呵，铁蛋这下反应过来了，一双大眼滴溜溜乱转，不怀好意地撞了撞李晓东的肩膀。我说小东，这藏蓝色是给孙大娘，这粉碎花和红绸子怕不是给张秀莲那丫头准备的吧？嘿嘿嘿，肯定是给张秀莲的。狗剩也跟着起哄，坏笑着凑上来。小东哥，你这心思藏得够深啊！这还没成亲呢，就惦记着给人家姑娘买漂亮衣裳了。二柱更是夸张的捂着嘴偷乐。我就说嘛，以前张秀莲帮咱们家干活，小东哥那眼神就总往人家身上瞄。李晓东被这哥几个说的耳根子直发烫，老脸微微一红，却也没反驳。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条红丝巾折好，连同桃木梳子一起塞进了怀里最贴身的兜里。就你们话多！李晓东笑骂了一句，嘴角却止不住的上扬。几个人满载而归的回到拖拉机旁，老周已经把东方红检修得利利索索，轮胎补得结实，水箱也灌满了。老周朝他们一招手，东西齐了没？齐了，咱就趁着天黑开拔，明天一早准能进村。拖拉机喷出一股黑烟，几人欢快地踏上了归途。李晓东不知道的是，就在他心心念念想回村的时候，福安屯的李家小院里，张秀莲正挽着袖子帮孙桂香忙活。她一边利索地给小鸡喂母，一边却总是不自觉地往院门口望。孙大娘，小东他们这趟进城也该有些日子了吧？张秀莲状似无意地问了一句，手里的米却撒歪了地。她的心里像是揣着一只乱蹦的兔子，满是牵挂，却又不敢说出口。突突突！老周那台拖拉机的轰鸣声打破了村口的宁静，车轮碾过干硬的土路，惊起了一群扑棱着翅膀的麻雀。李晓东站在车斗里，迎着晚风，老远就瞧见自家的土房顶上冒着一缕细细的青烟。车还没停稳，那扇有些歪斜的木门就被推开了。孙桂香扶着门框，探着身子往路口望，直到看清了那张熟悉的小麦色脸庞，她原本紧绷着的肩膀才猛地垮了下来。回来就好，平安回来就好。李晓东利索地跳下车，几步跨到母亲跟前。妈，外头风大，咱进屋说。屋里光线有些暗，那盏有些年头的煤油灯被拧亮了，火苗欢快地跳动着。李晓东像变戏法似的，把怀里和手里的东西一股脑地堆在了那张磕碰了不少豁口的方桌上。妈，您瞧瞧，这是给您扯的纯棉布料，藏蓝色，耐脏又挺实，够做2身新衣裳了。这是市里最出名的德记桃酥，那是枣糕，还有这2罐麦乳精，专门给您补身子的，每天早起冲一碗，比啥都强。孙桂香愣愣地看着这一桌子的金贵物件，手有些局促地在围裙上蹭了又蹭。她颤巍巍地伸出手，指尖划过那匹柔软顺滑的新布料，又捏起一块还带着余温、香气扑鼻的桃酥，眼眶子唰的一下就红了。小东啊，你这孩子咋乱花钱呢？妈这辈子在地里刨食，穿的是补丁落补丁，吃的是粗粮野菜，哪想过这样的福啊！看你这身手，妈知道你是真的顶起这个家了，你是真的长大了，是真的长大。李晓东没说话，只是沉默地把一块桃酥塞进母亲手里，看着她咬下一口，那股子甜腻的香气在狭小的土屋里散开，冲淡了长年累月的苦涩味。母子俩正说着话，院子里突然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，
紧接着是木门被推开的吱呀声。孙大娘，我估摸着小东哥今天该回了，刚蒸出来的白面馒头还热乎着呢。张秀莲提着个用蓝碎花布盖着的柳条篮子，大大方方的走了进来。她今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，虽然旧了点，但被她洗得一尘不染，衬得整个人像山间的清泉一样干净。话还没说完，张秀莲的目光就撞上了正转过头来的李晓东。四目相对的一瞬间，张秀莲原本那张落落大方的脸蛋瞬间泛起了两坨诱人的红晕。她抓着篮子提手的手紧了紧，眼神里那股子藏不住的欣喜和牵挂。小东哥，你回来了。李晓东赶忙站起身。张秀莲，你可算来了，快进屋坐。他三步并作两步迎到门口，伸手接过了他手里沉甸甸的篮子。孙大娘，我估摸着小东哥这趟回来肯定饿了，刚蒸的白面馒头，趁热吃。孙桂香在一旁看着两个年轻人，笑得合不拢嘴，借口去灶间倒水，把屋里的空间留给了他们。李晓东没急着吃馒头，而是转身从那一堆大包小包里翻出一个最精致的蓝布袋子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摆在桌上。张秀莲，我知道这阵子我不在家，全是你在帮我妈操持家务，辛苦你了。李晓东的声音低沉而诚恳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。这是我从市里百货大楼专门给你挑的，你瞧瞧，喜不喜欢？那块浅粉色的小碎花的确良布料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，旁边还搁着一把打磨的圆润发亮的桃木梳子。最显眼的是那条火红的丝巾，红的像是一团燃烧的火。张秀莲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她本以为自己只是过来送个饭，却没成想李晓东竟然在繁华的市里还惦记着她。看着那抹最衬她肤色的浅粉色，张秀莲两颊迅速烧起了火烧云，红的简直要滴出水来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张秀莲嘴上推辞着，可那双清亮的眼里全是藏不住的欢喜，手也有些不听使唤的微微颤抖。拿着吧，特意给你买的。我看全村也就你戴这条红丝巾最好看。李晓东有些笨拙的把东西往他怀里塞了塞。张秀莲低着头，双手颤巍巍的接过那堆温软的礼物，声音细得像蚊子哼哼。谢谢小东哥，让你费心了。张秀莲抱着怀里的布料和红丝巾，脚底像踩着棉花似的，轻飘飘的回了家。张母正坐在炕头那鞋底，一见女儿这副魂不守舍、娇羞动人的模样，再看她怀里抱着的那堆城里货，心里立刻跟明镜似的，抿着嘴直笑。哟，这是小东那孩子给买的，瞧瞧这料子多正啊！晴儿，妈看小东这孩子确实不错，现在踏实肯干，人品也正，还会疼人，这样的后生，你可得好好把握住了。妈，您说啥呢？张秀莲娇嗔的跺了跺脚，脸埋进那块浅粉色的布料里，转身跑进了自己的里屋。她坐在床沿上，摸着那把桃木梳子，满脑子全是李晓东在灯光下那张认真又带着傻气的脸，心里甜得像化开了一罐麦乳精。然而就在张家院门外的土路上，张老黑正揣着手，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家走。他刚才恰好路过，瞧见张秀莲抱着那堆显眼的礼物，满面春风的进了家门。张老黑停下脚步，眼神阴鸷的盯着张家的窗户。李晓东，你小子现在是财色双收啊！老子在市里折了面子，连带着生意都快黄了。既然你拿张秀莲当心尖尖，那老子就先从这丫头身上找补回来。第二天，福安屯的清晨，草叶上还挂着亮晶晶的霜。李晓东家的小院里，气氛却比往常更严肃些。铁蛋、二柱、狗剩还有老周几个汉子围坐在方桌旁，手里都捧着冒热气的粗瓷大碗。哥几个，这几趟苹果咱是挣了钱，但心里得有个数。李晓东指了指院里还没散尽的果香，神色清醒。这苹果是应季的东西，等这一茬洪元帅下世，北风一刮，这买卖就得断。咱不能指望靠这一锤子买卖过冬。小东，铁蛋挠了挠头，那咱冬天下大雪的时候，难道只能在家蹲炕头守着那点余粮？守着粮那是等死。李晓东屈起指头敲了敲桌面，眼里闪过一抹金光。咱得搞山货加工，趁现在天还没冷透，把林子里的木耳、榛子全都收上来。新鲜的木耳搁不住，咱就晒干，用防潮的油纸和密封的陶瓮存起来。等到了数九寒天，全县都缺鲜菜的时候，咱这干货往供销社一送，那可就是实打实的紧俏货。二柱和狗剩对视一眼，焦虑瞬间烟消云散。在他们的认知里，山里人一到冬天就是歇晌，除了打点野味，根本没别的劲象。可听李晓东这么一盘算，他们才猛然意识到，这新鲜山货晒成干，不仅解决了储存问题，更重要的是突破了季节的死穴。老周放下手里的碗，由衷的感叹：我的天，小东你这脑子到底咋长的？干货轻便好运，冬天价格还得翻番儿，这一进一出，咱这买卖怕是要做成常青树了。孙桂香在里屋听到了动静，撩开帘子走了出来，脸上满是支持。孙桂香拍了拍身上的围裙，指着紧挨着正房的那间屋子：小东这主意正，家里的西屋一直空着，堆些杂物也是浪费。这几天我手脚利落点，把它腾出来扫干净，当库房使正好。
不少乡亲家里的山货都压着，愁没销路呢。只要你肯收，大家伙保准乐意的很。成，那咱今天就开干。李晓东点点头。二柱、狗剩，你们去借竹席子，把咱这院子全铺满。铁蛋，你跟我去村里转转，放个风出去，就说咱李家要收山货了。话音刚落，小院里立刻忙活开了，搬重物的、铺席子的，几个年轻后生干得热火朝天。原本寂静的农家小院瞬间透出一股蓬勃的生机。就在李晓东正弯腰调整一张竹席的位置时，院门处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。张秀莲提着一只沉甸甸的水桶，额角还带着细密的汗珠，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。他看着院子里这幅壮观的晾晒阵仗，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嘴角弯起一抹明媚的弧度。小东哥，听孙大娘说你要搞干货库房，我这儿也没别的东西，从井里刚打上的凉水，给哥几个解解渴，顺便我也过来搭把手。这晾晒木耳的活儿，我可是行家。张秀莲说着，放下水桶就要往人群里钻。几个大老爷们儿看着这漂亮干练的姑娘，纷纷笑着起哄。可李晓东看着张秀莲那双清亮的眼睛，心里除了暖意，却也隐隐察觉到村口似乎有几道不怀好意的视线正往这边张望。张秀莲挽起袖子，露出一双白皙细长的手。李晓东见她要动手，自然的凑过去，两人的肩膀几乎挨在一起。这木耳晾晒有讲究，不能堆得太厚，得一片片摊开，正面朝上，这样吃水才匀实。李晓东一边说着，一边握住张秀莲的手腕，带着她轻轻拨弄竹席上的山火。那一瞬间，张秀莲只觉得一股干燥而炽热的温度顺着手腕传遍全身，脸颊疼的一下烧了起来，像抹了醉艳的胭脂。李晓东微微低头，鼻尖萦绕着张秀莲身上那股淡淡的、干净的皂角清香，这种味道比市里那些昂贵的雪花膏还要勾人，让他手上的动作不自觉地慢了下来。两人虽没说话，但那股子温馨暧昧的劲儿在满院子的木耳香里越酿越浓。铁蛋本是个嘴碎的，正打算扯开嗓子吼两句俏皮话打趣一下，可话到嘴边却硬生生咽了回去。他拉了拉旁边的狗剩，两人蹲在南墙根底下，看着李晓东和张秀莲默契翻晒的背影，竟然莫名的觉得那画面和谐的插不进一根针。你说小东哥跟张秀莲是不是真像那画报上的金童玉女？狗剩小声嘀咕着，眼里全是羡慕。那是，小东现在有本事，张秀莲又心细，这叫天作之合。铁蛋难得震惊了一回，躲在后头偷偷咧嘴乐。堂屋门口，孙桂香手里择着菜，目光却始终没离开过那两个忙碌的后生。他看着儿子偶尔看向张秀莲时那温柔的能滴水的眼神，心里那块大石头彻底落了地。看向张秀莲的目光简直像是在看自家的亲闺女，笑得嘴角都快挂到耳根子上了。忙活到下午，张秀莲直起腰，抹了一把额头的细汗，轻声说道：“孙大娘，我得回去了，家里我妈还等着吃饭呢。”孙桂香还没开口，李晓东已经放下了手里的竹耙，拍了拍衣裳上的灰，极其自然的接话：“张秀莲，我送你，正好顺路去趟村委找王支书。”两人并肩走在村里的小路上，鞋底踩在干硬的黄土地上，发出规律的沙沙声。李晓东讲着市里见到的新鲜事，张秀莲听得认真，时不时抿嘴一笑。可这种宁静在走到村头小河边时戛然而止。河滩上的芦苇荡微微晃动，张老黑叼着一根燃了一半的红煤烟，挺着个油腻的大肚子，正摇摇晃晃地从对面走过来。他停下脚步，眯起眼睛，毫不遮掩地在张秀莲那玲珑有致的身段上扫来扫去，最后落在了李晓东脸上，露出一抹令人作呕的狞笑。哟，李大老板，这生意做大了，连村里的浇花都踩到手里了。张老黑斜着眼，眼珠子在张秀莲身上来回打转。哟，这不是张家那水灵灵的大姑娘吗？这几天见你天天往老李家那破院子钻，怎么着？是看上李晓东兜里那俩来路不明的臭钱了？张秀莲气得俏脸通红，嘴唇微微打颤。张老黑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干净！老子这嘴再不干净，也比这姓李的窝囊废强。张老黑越说越来劲，摇晃着身子逼近了2步，语气轻薄到了极点。秦丫头，这小子能给你的，老子双倍给你。跟着他受那晾木耳的罪干啥？不如跟着老子保你进城吃香的喝辣的，穿最挺实的。说着，张老黑那只长满黄茧的大手就猛地探了出来，直奔张秀莲白皙的手腕抓去。张老黑本以为李晓东会像以前那样，为了息事宁人憋红了脸不出声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眼前的男人早已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你找死！李晓东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怒吼，他脚下一错，在张老黑的手触碰到张秀莲之前，精准地扣住了对方的脉门。张老黑只觉得手腕像是被铁钳死死夹住，疼的眼珠子差点蹦出来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李晓东猛地一发力，一记势大力沉的推挡，直接将200来斤的张老黑推得连退5、6步，最后一屁股跌坐在河滩的烂泥里。李晓东一步跨出，将惊魂未定的张秀莲死死护在身后。他居高临下的盯着地上的张老黑，眼神里透出的狠厉劲。张老黑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以前我敬你是长辈，懒得跟你计较。但从今天起，张秀莲是我李晓东要护一辈子的人。你再敢动他一根手指头，或者嘴里再蹦出一个脏字，我就让你这辈子都开不了口，废了你那双爪子。张老黑坐在烂泥里，看着李晓东那副要杀人的模样，原本想骂街的话全被生生卡在了嗓子眼里。他脑子里飞快闪过前几次在李晓东手下吃瘪的惨状，尤其是那次在山坳里，李晓东那一脚差点把他骨头踹碎。你等着！张老黑嚎了一嗓子，连滚带爬的站起来，连掉在地上的烟盒都顾不得捡，灰溜溜的钻进芦苇荡逃。
好了。河边重新恢复了宁静，只剩下急促的呼吸声。张秀莲躲在李晓东那宽阔厚实的背影后，眼眶微微发红，手心里全是冷汗。刚才那一瞬间，他是真的吓坏了。李晓东猛地转过身，眼里的狠戾在看向张秀莲时瞬间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怜惜。他没说话，而是鬼使神差地伸出手，稳稳地牵住了张秀莲冰凉的小手。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李晓东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却透着股让人心安的坚定。张秀莲，你看着我，以后只要有我在，这村里村外谁也别想再动你一下。张秀莲仰起头，看着李晓东那张虽然还带着几分薄怒，却满是认真的脸庞，感受到掌心里传来的那股滚烫的温度，她的心跳快得几乎要跳出嗓子眼，心里的委屈和惊恐瞬间被一种莫名的甜意冲散。她没有松开手，而是轻轻回握了一下，那双清亮的眸子里闪烁着细碎的光，重重地羞涩地赶了点头。河边的风带着些许凉意，大哥手懂着牵着张秀莲回家，一直走到张家才缓缓松开。张母正系着围裙在院里收晾晒的干菜，见两人并肩回来，脸上的笑意刚堆起来，就被李晓东严肃的神色给压了回去。李晓东没避讳，一五一十的把张老黑在河边调戏张秀莲的事说了，末了还补了一句：“孙子，以后张秀莲出门，只要我不在，尽量让家里人陪着。张老黑那人狗急跳墙，不得不防。”张母听得脸色发青，又是气愤又是后怕，拉着张秀莲的手直打哆嗦。这丧良心的老黑，小东，得亏有你，不然晴儿真要被这泼皮糟蹋了名声。婶子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张秀莲站在一旁，看着李晓东那副沉稳老练、心思细腻的模样，心里像是揣了一颗刚剥壳的熟栗子，又猛又实。这个男人不仅能赚钱，更能当他的靠山。送完张秀莲，李晓东踏着月色回到自家小院。孙桂香已经把晚饭热了3遍。张秀莲安顿好家里后，也放心不下，又折回来帮孙桂香理顺今天要收的山货账目。三人围坐在煤油灯下，李晓东放下筷子，看着桌上还没收起的干货样品，神色变得异常庄重。妈，张秀莲，我有个想法。李晓东敲了敲桌沿。咱现在的苹果和干货生意虽然红火，但光靠咱几个人量上不去，路子也容易窄。我想把咱村那些日子过不下去的贫困户都拉进来，大家伙一起干，一起致富。孙桂香和张秀莲都愣住，在他们看来，李晓东这阵子赚的钱抵得上普通人家10几年的收入，这时候难道不该趁热打铁，把生意再做大，才不外露吗？小东，你是想雇人？孙桂香试探着问。不只是雇人，我是要成立一个致富队，让大家伙以劳动力或者山货入股。咱福安屯太穷了，单打独斗容易被张老黑这种人钻空子，只有全村贫困户的心都齐了，咱这加工厂才叫名正言顺，谁也动不了。两人原以为李晓东会满足于现在的万元户生活，却没想到他的格局已经跳出了自家的小院，开始谋划整个村子的未来。张秀莲听得热血沸腾，当即表态：小东哥，我支持你。我自个儿家旁边还有个空了很久的旧院子，房主早就进城了，钥匙在我这儿。那地方宽敞，正好可以当大伙干活的加工点。另外，村里哪家最困难，哪家最勤快，我这就帮你梳理出一份名单。那一夜，李晓东家里的煤油灯一直亮到了黎明。他凭借前世的管理经验，在粗糙的草纸上勾勒出了一套完整的福安屯致富队方案。他将整个流程细分为5个小组：采摘组负责深山老林的货源开发，筛选组严把质量关，不合格的一律不要；加工组负责晾晒、炒制和密封；后勤组负责库房管理和伙食；运输组由老周带队，负责县市2级的对接。他在分配方案上定下了保底工钱加提成分红的硬规矩，还特别强调孤儿寡母等极度贫困户可以负责最轻便的纸套折叠工作，确保人人有钱挣。天刚蒙蒙亮，李晓东顾不得洗脸，揣着那叠厚厚的目标方案，敲开了老村支书王建德的家门。王建德披着件黑棉袄，眯着眼坐在炕头上，就着昏暗的晨光，一张张翻看着李晓东写的方案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烟袋锅里的火星忽明忽暗。原本以为支书会拍案叫好，可王建德看完最后一页，却重重的叹了口气，眉头紧紧拧在一起，半天没说出一句话。那沉默里透着一种让李晓东心底发毛的凝重。王建德那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死死压在方案草纸上，半晌没动弹。担心方案触碰老一辈思想，王建峰要红线图。对面的老头子突然抬起了头。小东啊！王建德的声音沙哑的厉害，眼眶竟由于激动而泛起了一圈红晕。王建德挺爹。他重重地拍了拍李晓东的肩膀，力道大的像是要把一辈子的期盼都拍进去。我活了这大半辈子，当了30年的支书，就盼着咱福安屯能出个像你这样的。这方案不仅是做买卖，这是在救咱全村贫困户的命啊！他本以为要面对的是保守的质疑，没成想老支书看到的是那些常年吃不饱饭、穿不暖衣的乡亲们的出路。那一瞬间，原本有些佝偻的腰板挺得笔直。谁说你只是单打独斗？从今天起，村里的大晒谷场那间空了3年的生产队大仓库，致富队随便使。村委会就是你的后盾，谁要是敢在这节骨眼上使绊子掏，那就是跟我王建德过不去。这种毫无保留的信任，让李晓东心里最后那点顾虑也烟消云散。有了村支书的盖章认可，这买卖就不再是投机倒把，而是名正言顺的集体创收。沉闷且有力的铜锣声在村子的上空回荡开来。王建德亲自拎着锣，在那棵老槐树下扯开了嗓：全村的老少爷们注意了，下午2点晒谷场开大会了。小东娃子要带大伙成立致富队，
想挣钱、想过好日子的，一个都不许了。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瞬间吹遍了每一个田间地头。原本在地里刨食的汉子们停下了锄头，眼里满是惊疑和期待。那些家里揭不开锅的贫困户，更是早早的就揣着干粮往晒谷场跑，生怕落了后错过这天大的机缘。然而在通往晒谷场的小路上，张老黑正阴沉着脸，身后跟着3个流里流气的混混，他手里攥着一根手杖，眼神阴鸷地盯着远处沸腾的人群。他知道，一旦李晓东这个致富队做成，他张老黑在村里垄断山货收割的日子就彻底到头了。带种的，都跟我走！张老黑咬着牙，语气森冷。一会儿等那小子开口，你们就按计划好的闹。我倒要看看他那几张破纸能不能挡得住老子手里的这几条棍。中午的阳光带着几分燥热，毫无遮拦地倾泻在福安屯宽阔的晒谷场上。这地方平时是用来晾晒麦子和谷壳的，此刻却黑压压地挤满了人。村里的贫困户几乎全到了。这季的收成，怕是连种都保不住。这事儿真能成？上面来人都说了，可我咋还是心里打鼓？王建德用力敲了3下破铜锣，清脆的响声瞬间压过了嘈杂的议论。他扯开嘶哑的嗓门大喊：“都静一静！老少爷们儿，今天让大家伙过来，是为了咱福安屯往后的生计。下面让小东娃子跟大家伙交个底儿。乡亲们，今天我站在这里，不是为了讲话，是为了改变明天。”李晓东在众人的注视下，稳稳地站上了一张斑驳的8仙桌，他手里紧紧攥着那叠熬夜写出来的方案，深吸一口气。乡亲们，李晓东的声音洪亮有力，在空旷的晒谷场上激起阵阵回响。我李晓东是在这片山里长大的，知道大家的底子有多薄。咱福安屯守着金山却要讨饭，是因为咱没拧成一股绳儿。今天我在这里宣布，正式成立福安屯致富队。接下来这一步关系到每家每户的收成。他用力挥了一下手中的方案，继续说道：“只要是咱村里的贫困户愿意出力的，致富队大门开。咱们不搞虚的，按劳分配，入股分红。只要跟着我干，我保证大家这个冬天顿顿都能吃上大白馒头，兜里有余钱给娃扯新衣裳。”这话一出，底下那帮常年被穷日子压弯了腰的汉子们瞬间炸了锅。小东，你说真的，跟着你晒干货真能拿工钱？那苹果真的按1块8批发，你没骗俺们吧？欢呼声和急促的询问声此起彼伏，原本死气沉沉的晒谷场，每个人的眼神里都重新燃起了希冀。真是笑话，好一个漂亮的大饼！这世道，勤快的反倒惹人笑。李晓东也配站那台上说话？你这方案是想把全村往坑里带啊？乡亲们，你们可别被这小子的几句漂亮话给灌了迷汤。他这哪是带着大家致富，他这是看准了大家伙听话，想把你们当成免费的苦力呢。他在外头挣大钱，分给你们几分零头，转头就把你们的血汗钱全揣进他自己的腰包里了。1块8一斤，那市里的行情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。万一人家不收了，这一地的烂果子臭木耳，最后还不是你们自己背债？李晓东这是拿全村人的命在给他当赌注，中饱私囊。听到这话，那些激动的贫困户们瞬间停下了欢呼，彼此对视了一眼，眼里的光亮迅速暗淡下去。这法子真能成。上回村头老李也这么说，这账真能清得了。别又是画饼，我们可经不起再背债了。小东，一个老实汉子怯生生地问了一句：“张老黑说的是真的吗？”一时间，整个晒谷场变得针落可闻，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8仙桌上的李晓东。我回来不是为了争对错。有人怀疑，有人犹豫，在这决定福安屯命运的转折点，所有人都在等他的回应。你们信他，还是信我？面对台下充满怀疑的眼神，李晓东冷笑了一声，他慢条斯理地从随身的挎包里掏出一叠整齐的纸张，其中2张上面盖着鲜红夺目的大圆章，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扎眼。乡亲们，张老黑说我画大饼，说我想吞大家的血汗钱。李晓东将手里的协议高高举起，大家伙儿瞧准了，这是县供销社李卫国主任亲手签的字，
这是市里国营商店张部长的印章。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红元帅一等果批发价1块8一斤。这公章难道也是我李晓东自己刻出来的？台下的村民们虽然大多不识字，但对那代表着权力的红公章有着天然的敬畏。人群中一阵骚动，原本后退的人又慢慢凑了上来。我李晓东要是真想重宝私囊，我一个人开着拖拉机进城，1分钱不分给村里，我照样能当万元户。李晓东眼神狠厉地盯着张老黑，语气如刀。我之所以费这大劲成立致富队，是因为我心疼大家伙守着金山讨饭。我要是骗子，我会先把这真金白银发到兄弟们手里。还没等张老黑反击，铁蛋第一个蹦上了台子。他从怀里掏出一张按了红手印的凭证，嗓门大的能震落树叶。大家瞧瞧，这是我这几天跟着小东哥跑市里奋斗的钱。小东哥从来没拖欠过咱1分钱，不仅给管饭，连油钱和车损他都自己扛。张老黑，你摸着良心说，你在村里收货的时候，哪次不是克扣咱的秤？哪次给过这么痛快？二柱和狗剩也纷纷站了出来，每人手里都拿着凭证，证据确凿。这一下，村民们眼里的怀疑彻底变成了对张老黑的愤怒。李晓东见火候到了，立刻趁热打铁，将致富队的规矩逐条宣讲：按劳取酬，干得多拿得多，谁也不养闲人，工钱日清，绝不拖欠。哪怕我李晓东去抵押房子，也得先把大家的汗水钱结了。入股分红，不仅拿工钱，年底致富队盈利，每家每户按贡献分红。在致富队，咱们不看辈分，不看关系，就看谁的活干得地道。只要你肯出力，我就能让你家过年吃上肉。张老黑看着村民一个个都倒向了李晓东，气得脸上的横肉直哆嗦。你们这帮见钱眼开的混账！张老黑还没骂完，老村支书王建德一记烟袋锅重重地敲在桌缘上。张老黑，你给我闭嘴！王建德指着张老黑的鼻子骂道：小东给村里找出路，你在这泼脏水，滚！这晒谷场容不下你这种见不得人好的畜生，滚出去！别耽误俺们挣钱！几个性子急的贫困户已经抄起了扁担。张老黑看着群情激愤的场面，知道今天这局是彻底输了，只能带着几个小弟，在一片唾弃声中灰溜溜地钻出了人群。想进致富队的，现在就去张秀莲那儿登记。李晓东指向台下，张秀莲已经利索地在一张方桌后坐下，手里拿着钢笔，脸颊微红却眼神坚定。我参加，我也去。小东，算俺一个！原本安静的晒谷场瞬间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，村民们争先恐后地排起了长队。那长龙般的队伍，不仅仅是人头，更是福安屯对未来的希望。李晓东站在高处，看着张秀莲专注登记的样子，心里也松了一口气。可他还没来得及走下桌子，铁蛋突然神色慌张地挤了过来，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一句：小东哥，不好了，刚才有人瞧见张老黑没回家，而是直接往县城的方向去了。晒谷场上的尘土还未完全散去，方桌旁却已围得水泄不通。张秀莲端坐在长凳上，报名信息要写清楚，不能出错。手里捏着那只李晓东在市里买给他的钢笔，在白纸上认真地滑动着。他虽然低着头，但额角细密的汗珠和微微上扬的嘴角，透着一股子从未有过的精气神。李叔，您腿脚不便，小东哥说了，给您分到包装组，坐着给果子套纸套就行，不累人。张秀莲一边登记，一边轻声宽慰着。李叔这个老汉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此时感动得直抹眼泪，连连点头。铁蛋也没闲着，在人群里蹿前蹿后的维持秩序。瞧见无儿无女的张奶奶拄着拐杖颤巍巍的过来，他赶紧一弯腰，不知道从哪儿搬了个小马扎塞到老太太屁股里。张奶奶，您慢点坐，小东哥早给您留了位置，就在阴凉地儿摘木耳。李晓东站在高处，看着这场面，心里原本紧绷的那根弦也不颤抖。他最初的设想是能先拉拢村里那10几户实在过不下去的贫困户，打个样出来。可眼前的景象却完全超出了他的预判，不仅是贫困户，就连村里那些日子稍好些的普通村民，此时也顾不得什么脸面，纷纷挤上前来要求加入。小东，俺家有力气，俺想跟铁蛋去运输组。小东，俺媳妇儿手巧，能不能也进加工组？短短半个时辰，张秀莲手里那张名单就密密麻麻写满30多户的名字，这意味着福安屯近一半的劳动力在这一瞬间全部凝成了一股绳。李晓东看着这些渴望改变命运的眼神，意识到这已经不是一个小打小闹的加工作坊，而是一辆即将轰鸣启动的创武战车。既然大家都这么信得过我李晓东，那咱明天一早就在这儿集合开工。东站在八仙桌上，当场给大伙分好了组，年轻力壮的跟着铁蛋上山采货，手巧的跟着张秀莲负责晾晒包装，年长负责后勤。每个组都定了组长，责任到人，奖惩分明。那股子雷厉风行的劲头，让习惯了懒散劳作的村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干劲。散会后，人群渐渐散去，老村支书王建德走到李晓东跟前：小东，好娃子，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看着乡亲们穷得直不起腰。今天我终于在这村子里瞧见盼头。老头子声音哽咽，话语间满是欣慰。李晓东正准备和张秀莲、铁蛋商量明天开工的具体细节，顺便帮母亲拎着那几包还没拆封的糕点回家。可就在这时，
村口的小路上，一辆印着供销社字样的288大杠自行车起了飞跑。李晓东在哪？来人是县供销社的办事员小张，还没停稳车就急匆匆地喊来了。他满头大汗，眼神里透着股焦灼。快，李同志，李卫国主任让我转告你，出大事，市里的订单出了变故，他让你现在立刻马上赶去县城。他在供销社办公室。李晓东原本飞扬的心情瞬间沉了下去。张老黑刚走，供销社就出事，这中间难道还有什么他没算准的变数？李晓东连夜赶到县供销社时，走廊里的灯光还亮着。他本以为是市里的单子出了什么岔子，甚至在路上已经想好了几套应对突发违约的词汇。这单要是真黄了，责任可担不起。可一推开李卫国办公室的门，迎面而来的却是一阵爽朗的大笑。小东，快进来，喝口热水压压惊。李卫国从办公桌后绕了出来，脸上哪里有一点愁云，分明是掩盖不住的喜色。他从抽屉里翻出一份带着省里大红公章的文件，重重地拍在桌子上。刚才那是急事，但绝对是天大的喜事。省供销社刚下了通知，下个月要在省城举办全省首届农副产品精品展销。李卫国压低了声音，语气中透着一股子厚重。全县几百个加工点，名额一共就给2个。我跟社里磨了半天，又拿你之前在市里拿到的合同做了保，硬是给你抢到了一个名额。小东，这次你不仅要带苹果，还要把你那个山货、干货加工的样品全都带上。只要能在省城露了脸，你的货可就不只是卖到县里市里了，全省的供销系统都会盯着你。李晓东站在办公桌前，盯着那份文件，心脏抑制不住的狂跳。他原本的计划是稳打稳扎，先把市里的渠道跑熟，再慢慢图谋省里的路子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在李卫国的鼎力扶持下，自己竟然能直接拿到这种省级规模的入场券。在这个信息闭塞的1985年，这种官方背景的展销会就是通往成功的直升机。省展销会，我必须抓住这次机会。李晓东深吸一口气，眼神逐渐变得炽热而坚定。他知道这意味着福安屯的木耳、榛子和苹果干将有机会摆到省城大百货的货架上。原本一斤赚几毛的利润，在全省流通的背景下，会瞬间翻倍甚至数倍。李主任，您放心，我李晓东要是丢了您的脸，以后就没脸再进这县城的大门。李晓东当场立下了军令状。回到村已经是后半夜了，但支付队的骨干们竟然一个都没睡，全聚在李家院子里等消息。当李晓东把这个消息宣布出来时，原本寂静的村中瞬间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。乡亲们，铁蛋跳到石磨上，咱要进省城了！扯着嗓子喊。大家都给我把眼珠子擦亮了，每一颗木耳，每一片苹果干都得是尖货。咱要让省里的领导都看看，咱福安屯的东西是全省最好的。村民们原本还因为连续劳作有些疲惫，此时个个眼里放光，像是打了鸡血一样。张秀莲更是连夜开始整理参展的标签，每一个细节都力求完美。就在全村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与忙碌中时，夜色深处，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死死盯着李家后院那连成片的晾晒竹席。张老黑像一头避开光亮的野狗，顺着墙根偷偷溜进了晾晒场。他怀里揣着一个泛着刺鼻气味的纸包，眼神里闪烁着疯狂的报复欲望。李晓东，你想去省里出风头？你想带着这帮穷鬼翻身？张老黑摸出一包发霉变质的脏东西，嘴角露出了一抹狰狞的冷笑。老子得不到的东西，谁也别想得到。只要这些货里掺了毒、发了霉，我看你怎么在展销会上收场。他猫着腰，悄悄揭开了其中一个储藏山货的陶瓮盖子。福安屯的深夜，晾晒场里马灯火亮，映得半边天都泛着微红。为了后天的省农副产品展销会，李晓东几乎把制服队最心细的人全拉了过来。二柱和狗剩正蹲在竹筐边，借着光亮一颗颗筛选榛子，只要有一丝裂缝或是个头稍小，统统被挑出来扔进旁边的次品筐。李晓东更是亲自把关苹果干，那经过秘制晾晒的红元帅果片，色泽金黄半透明，每一片都要薄厚均匀，确保入口既有嚼劲又不失软糯。小东哥，你瞧这包装成不？张秀莲擦了擦额角的细汗，递过来一个精致的小头瓮，瓮口用洗得干净的油纸严严实实的封了3层，最外头还扎了一根从市里买回来的红丝绳，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。张秀莲带着几个手巧的妇女，连夜赶制了几百个这样的包装。在1985年这个普遍用报纸包货的年代，这种精品化的巧思简直让人眼前一亮。就在大家伙忙完最后一批货，准备舒口气进屋喝口热水时，小东哥，快来看，这瓮里的货不对劲儿！李晓东脸色一变，3步并作2步跨过去，只见原本晾晒的干爽利索的顶级木耳里，竟然被人拦腰掺进了一大把发霉长毛的浪。
甚至还混进了一层细密的黄沙。李晓东随手又掀开旁边几个头瓮，无一例外，里面的极品榛子和苹果干都被人动了手脚，掺杂了大量带味的次品。铁蛋气得眼珠子通红，抡起拳头就要往外冲。妈的，这可是咱全村进省城的命根子，谁这么丧良心？都别乱，人还没跑远。李晓东冷哼一声，眼神里透出狠劲。其实早在张老黑前2天在河边吃瘪后，他就猜到这条毒蛇肯定会来阴的。他在晾晒场的那道矮墙根底下，偷偷拉了几道不易察觉的细钢丝，钢丝连着一串空罐头。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从院子西南角的柴火堆后面炸响，紧接着是一个踉跄摔地的闷哼声。抓贼呀！直接扑向了那个黑影。几个人合力将那黑影拽到了马灯底下，扯掉那件挡脸的破棉袄，露出的正是满脸惊恐、浑身沾满泥土的张老黑。他手里还攥着半包没撒完的陈年美米和一袋子石粉，这就是他打算毁掉致富队声誉的证据。张老黑，你还是不是人呐？孙桂香扶着门框走出来，气得浑身直打哆嗦。乡亲们指望着这些货过冬呢，你这是要绝了全村的活路！原本还在休息的村民们听到动静，纷纷涌入院子，看着那些被糟蹋的样品，大家伙心疼的直掉眼泪，愤怒的情绪瞬间点燃。送派出所，这次绝不能轻饶他！这种坏种留在村里就是祸害。张老黑看着群情激愤的场面，吓得腿都软了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哭着求饶：“小东，小东，你看在大家伙都是一个祖宗的份上，放我一马吧！我就是猪油蒙了心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”李晓东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眼神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。张老黑，你的以后去号子里慢慢反省吧。李晓东转过头，对着正赶过来的王建德沉声道：“支书，这回证据确凿，咱们不私了，直接报警。”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福安屯深夜的寂静。2辆闪着红蓝光的跨斗摩托车稳稳地停在了晾晒场门口。民警推开大门，马灯的光亮下，原赃并获。张老黑还没来得及扔掉的美米袋子，以及那几瓮被撒了沙子的顶级木耳，成了抵赖不掉的铁证。老实点！民警的一声厉喝，让瘫软在地的张老黑打了个冷战。原本胆小怕事的村民们，此刻看着张老黑那副丧家之犬的模样，压抑多年的怨气终于像决了堤的洪水。平日里最老实的李大叔站了出来，声音颤抖却坚定：“警察同志，我有话要说。前年张老黑在后山拦路，抢了我卖猪的50块钱，还威胁我不准报警。还有我，他放高利贷，利滚利，逼得我差点卖了家里的牛。他天天在村口调戏大姑娘小媳妇儿，张秀莲就差点遭了他的毒手。”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，把张老黑这些年在这十里八乡横行霸道的烂账全翻了出来。民警一边记录，脸色一边变得愈发凝重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张老黑撞上的不仅仅是李晓东的致富队，更是法律的红线。张老黑本以为顶多是被带到县里批评教育几天，或者赔点钱了事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民警在核对他那一叠厚厚的罪状后，冷冷地甩出一句：“张老黑，你这拦路抢劫、寻衅滋事、破坏生产的行为，你这辈子怕是得在耗子里蹲上好几年了。”这话一出，张老黑的脸色瞬间从惨白变成了死灰，整个人像烂泥一样瘫在地上。村民们先是一愣，随即爆发出了一阵比过年还要响亮的欢呼声。这个压在全村人头上多年的土霸王，终于在法治的重锤下彻底崩塌，隐患彻底消除，福安屯的空气似乎都变得清爽了许多。第2天，致富队的成员们在张秀莲和孙桂香的带领下，不眠不休地补齐了所有被损毁的样品。每一颗榛子都经过反复擦拭，每一片果干都透着金灿灿的亮色。这是全村人冲向省城的最后底牌。出发前一晚，李家的灯火依然亮着。张秀莲坐在炕沿上，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，正一针一线地缝补着一个大红色的三角布袋。她的眼神专注而温柔，那是她从镇上求来的平安符。张秀莲把缝好的平安符小心地塞进李晓东的行李包里，轻声叮嘱：“小东哥，省城路远，人心也杂，东西丢了不要紧，人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。村里的大家伙儿，还有我，都等着你。”李晓东看着张秀莲被灯光映红的脸庞，心里那点奔赴省城的忐忑瞬间化作了无穷的动力。他握了握怀里那个温热的平安符，已经能想象出省城展销会上那面红火的招旗正在向他招手。省城展览大厅内，李晓东和铁蛋正吃力地把陶瓮搬进角落里的展位。哟，这是哪儿来的泥腿子？怎么连拖拉机都开进省城了？旁边一个参展商嫌弃地扇了扇鼻子前的尾气，斜着眼瞅了瞅李晓东那些用土陶瓮装着的山货，噗嗤一声笑了出来。我说哥们儿，这可是省里的农副产品展销会，不是你们大队部的集市。就这几坛子干蘑菇、烂果干也想往省城的柜台上摆，这不纯属给咱供销系统抹黑吗？周围几个穿着干部服的参展商也
跟着哄笑起来，眼里满是不加掩饰的轻蔑。铁蛋气得脸红脖子粗，刚想上去理论，却被李晓东一个沉稳的眼神给压了回去。李晓东没说话，只是沉默地把一叠码放整齐的苹果干样品摆在了桌子最显眼的位置。就在嘲讽声此起彼伏的时候，人群中突然一阵骚动。省供销社的吴主任在几个干部的陪同下，正副手在大厅里巡视。他原本只是礼貌性的扫视两遍，可当他走到李晓东那个不起眼的角落时，脚步却冷不丁地定在了原地。吴主任先是被那股沁人心脾的清爽果香吸引了，他推了推老花镜，随后弯腰抓起一把李家特产的干木耳，放在掌心仔细揉捏。好货，这肉头厚实，纹路清晰，是正儿八经的深山老林货，没掺一点假。吴主任眼里闪过一丝惊喜，接着他又捏起一片半透明金灿灿的苹果干放进嘴里。好，这果干竟然能保住洪元帅的原汁原味，还不粘牙。吴主任眼睛大亮，转头看向李晓东，语气里透着股子见猎欣喜的激动。小同志，这是哪个县送过来的？这品质，我看是整个大厅里数1、2的尖货。老王、老张，你们快过来瞧瞧。随着吴主任这一嗓子，几个省城大采购商全呼啦一下围了过来。李晓东见状，不卑不亢地站起身，拿出了那份他在灯下修改了无数次的供货方案。他没有推销产品，而是直接从标准化分拣、密封包装、冷季稳定供料这几个超前的概念讲起。那几个平日里眼高于顶的采购商，本是冲着吴主任的面子过来，可听着听着，看李晓东的眼神就变了。从最初的敷衍到最后的争相传阅方案，这帮老江湖意识到，眼前的这个农村小伙子不仅有极品的货，更有一套完善的现代化商业逻辑。李同志，你这方案定的绝了！省城最大的几家供销社，正缺你这种能常年供干货的稳定源头。为首的王经理当场拍了板，从公文包里掏出钢笔，这合作意向咱今天就签了，只要货好，以后全省的供销网点都给你们福安屯开绿灯。方才还在冷嘲热讽的那个参展商，此刻手里拿着刚发下去的红头文件，整个人呆若木鸡。他看着李晓东身边围满的省城大商贾，再看看自己无人问津的摊位，老脸羞得像被火烧过一样，再也没敢吭一声。李晓东站在人群中央，手里握着沉甸甸的合同，心里却出奇的平静。他知道这只是福安屯迈向省城的第一步。省城展销会的最后一天，展厅里的喧嚣逐渐平息，但李晓东所在的展位前，签合同的钢笔间摩擦纸张的沙沙声却始终没断过。铁蛋在一旁帮忙收捡材料，手抖得像筛糠。他小声地凑到李晓东耳边嘀咕：“小东哥，咱这得签了多少了？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盖红章的纸。”李晓东没说话，只是稳稳地在最后一份协议上签下了名字。这短短3天的成果，简直可以用疯狂来形容。李晓东不仅拿下了省供销总社的长期直供协议，更是凭借着那套先进的加工保鲜方案，先后与全省10几个地市的2级采购商敲定了合作。从齐齐哈尔到牡丹江，从佳木斯到大庆，几乎全省主要城市的供销版图上都留下了福安屯这个名字。原本预计能有个几千斤的增量就算成功，可如今摆在李晓东面前的订单量，直接比他之前的供货规模翻了几10倍。这意味着只要福安屯的致富队能保质保量的稳定供应，李家的山货和果干酱像毛细血管一样铺满全省数以千计的供销柜台。那个曾经由于滞销而发愁的小山村，如今成了全省供销系统眼里的香饽饽。当展厅的大灯一盏盏熄灭，李晓东独自坐在空了一半的摊位后，手里抹撒着那沓沉甸甸的合同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心中泛起阵阵涟漪。重生之前，他曾见过大城市的繁华，却从未真正掌控过属于自己的事业。他曾在剧本里写过无数英雄翻身的故事，却没想过自己能亲手改写一个时代的轨迹。当初从福安屯走出来时，他还是个被张老黑挤兑、被村里人指指点点的2流子商贩。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他直接一跃成为了全省农副产品行业的风云人物。这种跨越，是他在前世那个平庸的灵魂里连做梦都不敢去触碰的成就。小东，车套好了，咱回家。老周的东方红拖拉机在回去的路上开得格外带劲，似乎那铁疙瘩也知道主家立了头功。拖拉机后面拖着的不再是沉重的样品，而是满载的希望和全省各地的订单回执。当拖拉机的轰鸣声在地平线上响起，福安屯的村口轮廓逐渐清晰。李晓东站在车斗里，远远的就愣住。夕阳将村口的小路拉得金黄灿烂，路两旁密密麻麻站满了人，全村的老少爷们儿，那些曾经为了几分钱愁白了头的贫困户，此时全都自发的守在村口。最前面的是老村支书王建德，他穿着那件过年才舍得穿的黑棉袄，腰杆挺得笔直，身旁孙桂香正不断的抹着眼角，也不知是由于风大还是由于激动。而张秀莲穿着那件浅粉色的的确良衬衫，系着李晓东送她的红丝巾，在人群中格外鲜亮。铁蛋在车斗里猛地挥舞起手中的合同，嗓门大得惊天动地。大家伙，咱小东哥带回全省的订单了！在那一刻，福安屯寂静了几10年的空气彻底沸腾。老周那台东方红拖拉机刚熄火，李晓东就从车斗里站了起来，手里高高举着那一沓盖满了各地市供销社红公章的合同。李晓东看着台下一双双渴望的眼睛，清了清嗓子，声音在寂静的暮色中显得格外洪亮。乡亲们，我李晓东带回来的不只是几张纸，而是咱全村人的活路。省里的订单签下来了，以后咱福安屯的山货和果干有多少要多少。我向大家保证，收购价只会往上涨，绝不让大家流一滴冤枉汗。人群在短暂的寂静后，猛地爆发出一阵掀翻天灵盖的欢呼声。铁蛋和二柱激动地抱在一起，又蹦又跳。那些常年被贫困压得抬不起头的汉子们，此刻竟然一个个红了眼眶。他们知道，那顿顿红薯面的日子真的要到头了。就在大家伙欢呼雀跃的时候，李晓东又压了压手，抛出了一个让全村人始料未及的重磅消息。还有一件事，
咱们致富队不搞剥削那一套。我决定，凡是加入致富队的，除了每天准时发放的工钱，咱们还实行工分制。等年底结了账，扣除成本和公积金，剩下的利润，大家伙按工分分红。哪怕是家里最困难，只能干点轻活的张奶奶，年底也能领到一笔过年钱。这个消息像是一道惊雷，炸得村民们半天没缓过神来。在这个年代，能有份工钱拿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，谁能想到还能像工厂主一样参与分红？老村支书王建德激动得手都在抖，他指着李晓东，半天憋出一句话：小东啊，你这是把心都留给咱这山沟了。那一晚，福安屯的晒谷场热闹的简直像是在过年，几十张八仙桌横竖排开，家家户户都把自己家里最压箱底的好菜端了上来，喷香的杀猪菜，刚出锅的白面大馒头，还有自家酿的山货酒。李晓东坐在一片欢声笑语中，看着母亲孙桂香正拉着邻居的手，笑得满脸褶子都开了花。再看铁蛋和二主，正跟几个年轻后生吹嘘省城的繁华，那股子心气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这种实打实的成就感，比他在省城签下100万订单时还要让他心潮澎湃。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就在李晓东沉浸在这份喜悦中时，一直坐在他身边的张秀莲悄悄伸出手，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角。李晓东侧过头，只见张秀莲在煤油灯的映照下，脸颊泛着一层醉人的红晕，不知是由于喝了点自家酿的果酒，还是由于别的什么。小东哥，你跟我来一下，我有话想私下跟你说。张秀莲的声音细若蚊蝇，眼神闪烁着不敢看他。李晓东愣了一下，随即起身跟在张秀莲身后，两人一前一后走出了喧闹的晒谷场，来到了河边那排静谧的垂柳下。张秀莲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，纤细的手指搅动着衣角，似乎在做一个重大的决定。庆功宴的喧嚣被抛在身后，小河边的芦苇丛在月光下泛着银白色的微光。李晓东跟着张秀莲走在河堤上，脚下的泥土还带着白天的余温。张秀莲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，月光正巧落在她的眉眼间，将那双亮晶晶的眸子映衬得格外动人。她绞着那条红丝巾的边角，声音细若蚊蝇，却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。小东哥，等忙完省里这阵子，你能不能找个媒人去俺家提亲？李晓东猛地愣住了，他原本以为张秀莲是要商量致富队扩建的事，却没成想这个平日里温婉内敛的姑娘，竟然会在这月色下交托终身。那一瞬间，狂喜如潮水般席卷全身，冲散了这段日子奔波的所有疲惫。李晓东一步跨上前，再也没有任何顾忌，张开双臂狠狠地将那个纤细的身影搂进了怀里。提，明天我就托人去。李晓东把脸埋在张秀莲透着皂角清香的发丝间，声音由于激动而略显沙哑。张秀莲，你听好了，等省里的订单稳定下来，咱不仅要办婚礼，还要在村里办一场最风风光光的席面。我要让全县的人都知道，你是我李晓东明媒正娶的媳妇儿。张秀莲被他抱得有些喘不过气，却舍不得挣脱，只是把脸贴在他的胸膛，听着那如雷般有力的心跳声，那是他这辈子听过最动人的旋律。李晓东紧紧拥着怀里的人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他本以为自己重生回到1985年，最大的使命就是利用超前的意识干掉张老黑，然后带着全村人摆脱贫困，实现财富自由。可直到这一刻，他才真正意识到，上天给他这次重来的机会，不仅仅是为了让他成为全省瞩目的农副产品大亨，更是为了让他弥补前世那个遗憾终身的错过。此时此刻，他不仅成了受人敬重的李老板，更找回了那份失而复得的爱情。他活成了前世那个落魄灵魂想都不敢想的样子，脚下有路，手中有权，怀里有爱。当李晓东牵着张秀莲的手重新回到灯火通明的晒谷场时，人群安静了一瞬，随即爆发出了一阵甚至盖过铜锣声的起哄声。李晓东再次跨上那张八仙桌，这一次他的手里没有方案，只有张秀莲那双温软的手。他举起满怀的烧酒，声震四野。乡亲们，今天除了全省的订单，我李晓东还要宣布一件大事儿，我要娶张秀莲进门了。好啊，小东好样的，张秀莲好样的。铁蛋和二柱兴奋地把破草帽扔上了天。老村支书王建德颤巍巍地站起身，举起酒杯，眼角泛着泪光。小东啊，你是福安屯的大恩人，有你在这儿，咱村往后的日子定能红红火火。这杯酒，老头子敬你，敬咱福安屯的未来。李晓东一饮而尽，辛辣的酒液入喉，化作一股滚烫的热流直抵心间。他环视着周围那一张张由于喜悦而焕发神采的面孔，看着那连成片的晾晒场，心中豪情万丈。重生1985，他不仅改写了个人的命运轨迹，更像一颗火种，点燃了这片沉睡黑土地的希望。致富的康庄大道才刚刚铺就，而他与张秀莲与福安屯的故事才刚刚拉开波澜壮阔的序幕。